娘，这青云宗到底有多大呀？俺站门口，咱连对面的山都瞅不见嘞。俺感觉自己像一粒芝麻掉进了一碗粥里。娘，青云宗有几座山？9座主峰，18座侧峰。弟子嘞？弟子5000，长老上百。人多人，为啥还不是实力第一大宗？青云宗炼丹、炼器、符箓阵法样样爬前，只是打架方面，确实比天剑宗略逊一筹。略逊一筹就是打不过呗。可以这么说。宗主，他们都想知道俺是谁，可俺是被宗主抱着的。宗主抱着的人不需要解释。娘，能青云宗扫地的都穿云锦法衣。怎么了？俺们天剑宗连杂役弟子都没有，长老们也是这2年才穿上没有补丁的衣裳。晚些时候，我让人送2000匹云锦去天剑宗。2000匹！娘，你是想把俺天剑宗从山脚一路铺到山顶吗？不够。够了，铺完还能剩1匹，给小黑当被子。他前2天还说晚上盘在石壁上有点凉嘞。娘，这地还会凉嘞？那是藏书峰，最顶层有一整面墙的古籍，我小时候经常偷溜进去看。娘小时候也会偷跑？那是千文峰，负责阵法和炼器。娘，那片灵田1年产的粮食够俺天剑宗吃多久？按照天剑宗现在的消耗，大概能吃500年。500年？那恁平时咋吃完的？对，弟子多。哦，人多，吃的多，合理。宗主。司徒师兄好，熊师姐好。福勋师妹。小师妹好。福盘小师妹。上官姐姐好。你给师兄师姐们买礼物了吗？还没有。这屋顶掉下来都得砸半天嘞。坐坐看，这是娘平时处理事务与长老议事的地方，看起来风光，真正坐上来才知道这个位置有多重。娘要是错了，比打架难，可青宗扎马步还难。娘，你为啥愿意回来当宗主？娘是孤儿，是师资将娘捡回来，一手抚养长大。他教娘识字、练剑、学法术，也教娘待人接物、主持大局。娘这一身本事都是师资和宗门给的，享受过宗门的资源，自然也要承担宗门的责任。俺懂了，那你平时可忙？为啥俺爹也是魔君，他一天到晚嫩闲嘞？我与你爹不同，他只要拳头够硬，下面便不敢乱动。你哥哥回去后，他就更闲了。爹要是真忙起来，多半是新裤衩到了，忙着试穿。娘，恁食堂咋还分4层？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弟子，你穷，你坐下面吗？表面上是按照身份划分，但下面的弟子也可以上来。直接上来？需要补灵石。1楼弟子到2楼，一顿100下品灵石；2楼到3楼，一顿100中品灵石；3楼到顶楼，需要100上品灵石。也就是说，外门弟子只要攒够钱，也能上顶楼跟娘一起吃饭。可以，但很少有人这么做。一顿饭100上品灵石，足够外门弟子吃300年的馒头。300年？那杂役弟子一辈子都见不着你？差不多。大宗门人多，规矩也多。想见宗主，要么足够有钱，要么足够有天赋，否则连主峰都无法上来。俺懂了，见宗主一面得花300年的馒头钱。我感觉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。多吃些。娘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
还吃得下吗？差不多饱了。要不要娘再给天剑宗食堂捐一些零食？不用，5万够吃可久嘞，省着点吃，我们能吃好些年。以后想吃什么，随时回来。宗主令牌，以后你想回来便回来，不用通报，也不用等，想去哪座峰就去哪座峰，想吃哪座峰的灵果就吃哪座峰的灵果，所有食堂你都可以随意进出。娘，这令牌给我，你底下那些长老不会不高兴吧？我可是天剑宗的人，还是半个魔族嘞。不高兴也得高兴，我是宗主，我说了算。你不需要负责宗门，你只需要负责吃饭、修炼和平安长大，其余的事情天塌下来有娘替你兜着。那中，以后我要经常回来吃霸王餐。好。娘，我晚上住哪儿？住娘的院子，你哥哥以前也在那里住过一晚。我哥来过，第2日便走了，说床太软，睡不习惯。他在魔界睡石头，在凡界睡竹床，躺在软床上，他说翻不了身。走吧。娘，你管这叫小院？这都快赶上我们天正宗山坡啦！这里灵气好浓，我要是在这儿住几个月，啥都不用干都能突破一个小境界。那便常来住。娘，我现在理解你为啥睡不了石床了。你这里比凡界豪宫还豪华嘞。这里以前是娘的师尊住的，娘成为宗主之后才搬进来。娘的师尊去哪里了？他仙陨了。他走之前跟我说，别把宗门管垮了。那你现在管得挺好的。也没有那么好。娘继任时是5大宗里最年轻、修为最低的宗主，长老们表面客气，背地里却阳奉阴违。娘继位时有3名长老联名上书，他们说娘年纪太小，修为太低，不配做宗主。然后嘞？娘花了半年，一个个见他们，一个个谈，有些人谈通了，有些人没有，谈不通的便在宗务中给娘使绊子。一项普通决策要比正常慢3倍才能推行。就是那个谢千珏带头，他明面支持娘，暗中却一直拉拢其他长老。现在娘突破了炼虚，谢千托也死了，剩下的几个人暂时安分了。哥说你吃了3颗极品阶丹才突破的。收到魏前辈的消息时，邪修正在战场准备炼化2阶，娘等不了了。3颗丹药下去，经脉裂了3次，又重新长好了3次。裂的时候很疼，重新长好的时候更疼。不过总算突破了。好了，小孩子不要听这么多烦心事，娘继续给你讲凡界的故事，好不好？我想听你在宗门的事，凡界的事我哥给我讲过一些。好，娘刚当宗主的时候，每日除了修炼，便是处理宗务，与长老们周旋。师尊走得太急，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交代。你摸索了多久？前10年都在摸索，前3年用来认人。青云宗有5000多名弟子，100多名长老，还有几十个堂口。娘用了整整3年，才将他们全部认全。那后7年嘞？立规矩，认人只要记住脸，立规矩，却要让所有人信服。那你喜欢当宗主吗？不喜欢，可这是师尊交给娘的担子，娘不能让它掉在地上。每天早上处理宗门事务，下午见峰主和长老，晚上批阅宗务，弟子慎炼、灵脉维护、秘境开放，全要过目。食堂的菜太咸，哪座峰的茅房堵了？茅房堵了也找你？有一次，丹峰的茅房堵了3天，弟子们不敢找长老，便直接来找娘。然后嘞？娘找人去通了。当宗主也太不容易了，还得管人拉不拉得出来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当宗主多久了？50年。才50年？娘本来与你爹、你哥哥在凡界生活，
直到有一天，师尊找到了贤梦居，你该回去了。娘便回了青云宗。哥哥留在凡界？那时娘不敢带他回来，本以为你爹会照顾他，没想到你爹也不在。他回魔界平乱，整整20年没有联系我们。你哥哥遭人追杀，幸得为前辈施救。仙魔大战的时候，你真不知道爹是魔君？不知道，他平日将魔气隐藏得很好。大战以后，他偷偷来找你，你就原谅他啦？他跪在青云宗山门外，跪了3天3夜。他可是消失了20年嘞。娘没有见他，只让人送过一次茶。后来呢？后来还是见了。他说自己被魔界抓去做了壮兵，在矿上挖了20年矿。梦梦，我每天都在想怎么逃出来，我想你，也想燕儿。我一逃出来，第一个来找的就是你。你信了？信了。他当时头发白了，人瘦了1圈，衣服也破了，说话时眼神都是散的。娘只想着人能活着回来便好。别撒谎！挖矿，他能挖矿，他连矿主咋拿都不知道。后来娘也知道了。那你咋不揍他？那时已经原谅他了。何况啥？何况还好他撒了谎，否则也不会有你。娘，俺还有个事儿想不明白。什么？俺在魔界咋嫩穷嘞？娘不知道，你爹30年前战败投降后，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赔款。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娘，你出生那日，娘将你交给他，是因为娘以为他能保护你，也以为一个魔君再穷也穷不到哪里去。他来过几次，每次都穿得体面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。娘不知道他是在应酬。那你咋不问问俺过得咋样？娘不敢问。为啥？因为怕问了，便忍不住想见你，见到你，便会想将你带走。可那时青云宗刚刚稳定，谢千珏还在，底下还有很多人盯着娘，娘不能走。每次想起你，娘都很后悔，可娘那时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俺懂了，爹得镇守幽冥裂缝，不能离开魔界。娘也有娘的责任，不能把青云宗扔下。不怪你。现在娘已经是炼虚期，底下的人不敢再不服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穷了。你想吃什么，娘都给你。不中！怎么了？那俺哥为啥在天境宗也嫩穷？你没偷偷给他塞点零食？娘给过，也曾将他带回青云宗，想让他留下做少公主。少公主？他不肯，给他送东西，他也原封不动还回来。啊，俺哥看着挺聪明，咋会有钱都不要？他说他是魔族，娘是青云宗宗主，若让旁人知道他是娘的儿子，那些人便会利用他的身份攻击娘。他不想给娘添麻烦。他说天剑宗挺好的，馒头管够。俺哥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在替别人想，替爹还债，替娘省心，替俺铺路，可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不累。那他现在肯见你了？为啥现在又不怕了？他说他妹妹比他厉害，天塌下来他妹妹先顶着。原话？逗你的。娘，你咋还学会骗人了嘞？是因为这些年你哥哥用商贸拉近了两界关系，又经历了仙魔两界共同对付邪修，以及5大宗共同签订和平协议，如今在
再没有人敢拿他的魔族身份说事，所以他才终于肯让娘往他的储物袋里塞东西了。那就好，以后你多塞点。好。都问完了？差不多了。小孩子要早睡，明日下午娘带你下山转转。娘，那这床有没有硬一点的版本？太软了，俺睡不惯。明日给你换一张石板。中。娘，又怎么了？还是睡不着。你跟俺讲讲你师尊吧。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。手腕抬高。练错姿势，他便用戒尺打手心。偷懒，他就罚我抄古籍。娘那时一直以为他不喜欢娘，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不擅长表达。站起来，继续。他从来不写名字，但娘知道是他放的。仙云就是死了吗？他是渡劫没成功？不是，他突破合体期时，本源受了重伤。娘，俺哥说你渡劫的时候也伤了本源。娘没事，娘还年轻，恢复得快。俺书读得少，你可别骗俺。伤到本源不是躺几天就能好的，轻一点修为停住，重一点境界倒退，再重一点就会跟你师尊一样。真的没事，乖，别想太多。师尊的事情，娘以后慢慢告诉你。月亮都歪了，该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唱歌哄俺睡。娘不会唱歌。不会唱，哼也中。习惯比食欲醒得早，俺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腿已经先蹲下去了。小师妹早。兄师姐早，能吃早饭不？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宗主让我们来带你熟悉宗门。等一会儿，俺吃完。这就是宗主的女儿，比我想象的还小。天贤宗那个混沌灵根，看着不像很厉害，就是小娃娃。小师妹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啥事儿？慕容卓师兄真的闭关了？没有，但是他说他闭关了。那你能不能替我带句话？不中。为什么？五师兄说了，有人打听他，就让俺一律说他闭关。俺要是偷偷带话，回去没法跟他交差。行了，别在人家孩子面前打听这些。吃完了吗？吃完带你出去逛逛。吃完了。刚才那个师姐，你要带啥话？你愿意帮我了？万一俺五师兄以后改主意了嘞？你就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青云宗丹峰的雨禾，就是以前送过他培元丹的那个。顺便帮我问问他的传讯符号是多少。师姐，话俺可以免费帮你带，但传讯符号这个东西得加钱。俺五师兄的传讯符号值1块上品灵石。麻烦小师妹了。放心吧，俺办事可牢靠嘞。小师妹，你五师兄知道自己的传讯符号被你卖了吗？他现在不知道，等俺回去他就知道了。五师兄的人脉就是天剑宗的人脉，天剑宗的人脉就是宗门资源，俺这不就卖师兄，俺这叫合理利用宗门资源。小师妹，今日先带你看看主峰，宗主大殿、长老议事堂都在这里。宗主每日在这里开早会、批宗务、处理各峰事务，偶尔也骂人。骂人？骂那些不听话的长老。那该骂，俺那一天那么忙，他们还不听话，我妈留着过年嘞。这里是亲传弟子每日晨练的地方，青云玄。人也练剑，
自然。青云13式青蓝合为剑阵，虽然比不上天剑宗，但结阵以后威力也能排进5大宗前4。5大宗前4，那不就是倒数第2？也不能这么算。俺懂，话得说好听点。晨练结束后，各峰弟子再返回自己的山峰，由各自师尊单独教导。师尊？那每个人还有专门的师傅？青云宗人多，弟子分为亲传、内门、外门和杂役。亲传弟子是各峰峰主亲自收下的徒弟。哦，难怪糊涂长老以前说杂役弟子一辈子都见不到宗主。也不完全是，打扫时还是可以上来的，不过只能等宗主议事结束后再进入大殿清扫。那外门弟子咋进内门？参加宗门大比，修为通过考核，宗门肉功勋足够或者立下大功。最直接的办法是检测出稀有灵根。好麻烦，还是俺天剑宗简单。当初师兄们以为俺是杂灵根，也直接收俺当亲传。可是你们亲传的待遇好像还不如我们的杂役，我们杂役弟子都不穿补丁。那个，我们还是去其他峰看看吧。哟，这就是宗主的闺女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山脚这些是10年配的，那边是100年配的，山腰那些有300、500年，山顶那几棵则是1000年配的。哈哈，聪明，不愧是宗主的闺女，根骨清奇，眼神还亮。拿着，见面礼。谢谢峰主。峰主，这是啥花？俺能摘一朵不？紫灵花用来炼驻颜丹，可以随便摘。差不多了，小师妹。谢谢峰主。不客气。峰主，我们带她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这哪是丹房？这都快赶上炼丹城了。轻点，这炉子刚炼完一炉极品丹，还没有凉透呢。小娃娃来了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好呀，恁这里人嫩多，炉子也嫩多。你们天剑宗景元长老以前也在这做过10年烧火工，他干的咋样？控火很稳，没炸过炉，不像现在3天2头炸一座。这炉倒是成了，品相不错。俺能看看不？又圆又亮，是不错。收你了，见面礼。谢谢长老。那些是啥？俺能拿几瓶不？随便拿。小师妹，这是丹峰库房的东西。俺知道啊，俺拿回去用。青云宗药材比天龙宗好，俺用着放心。用完俺再来。宗主的女儿来了，听说你在天剑宗也学过阵法，学过一点点。那你看看这个，看得懂吗？这是迷幻阵的变种，外面套了隐息阵，里面还有一个反向困阵。你真懂？孙家老祖教过俺。孙家老祖是谁？流荒之域一个大城。来来来，老夫再给你讲讲这阵图。谢谢峰主。这些拿回去慢慢看，有不懂的随时回来问老夫。峰主，怎么了？这个也能给俺不？拿走吧，反正老夫已经背下来了。谢谢峰主。小师妹，这些法器虽然品阶不高，但也是宗门资产。俺不白拿。那你打算？俺会说谢谢。罢了，让他拿吧，都是些低阶法器。峰主真好。熊师姐，我们到底是在带小师妹参观，还是在带她进货？继续走。小娃娃，你来啦！糊涂长老。谢老夫什么？谢谢你当初把俺推荐去天剑宗。你不怪老夫，当初若不是老夫，你或许已经成为青云宗弟子。不怪，俺要是进了青云宗，可能早就被谢千月抓走了。到时候他为了灭口，说不定连你一块除掉。那咱俩现在都见不着了。您在教他们画符？你想不想学？学过了。糊涂长老，
这些俺能拿一点不？只是普通符纸，随便拿。谢谢糊涂长老，俺拿回去练练手。练完了再来。好，那俺下回还来拿。俺又不是拿出去卖，俺是拿回去练习。练完以后，俺的符术就能进步。百年药材、紫灵花、培元丹、基础丹药、阵图、阵法心得、几十件法器、5罗符纸。熊师姐，还剩几座峰？还有10几座。师姐们，咋不走啦？下一座峰有啥好东西？符师妹，师兄师姐们好，这个青的，这个红的，还有那个大的、紫色的、圆一点的，麻烦每一种都给俺摘一筐。够了，小师妹，你拿这么多，吃不完会坏的。不会坏，俺带回去给师兄们吃。俺们天剑宗的灵果园还没长大嘞。他每一次拿东西都有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。符师妹好，师兄好，俺能看看不？随便看，这是刚收的灵米，你尝尝。甜的，还有好多灵气，俺能带点回去不？能，拿回去煮粥，再放一把莲子，比外面买的香100倍。谢谢师兄，还有别的不？比如灵脉、灵豆、灵谷子。有。没事，他不是来参观的，他是来进货的。接受了以后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熊师姐，俺想去后厨看看。你早上没吃饱？吃饱了，可是看看又不吃亏，万一看到好吃的嘞，万一还能打包嘞。走吧。小娃娃，饿不饿？刚出锅的红烧肉，来一碗。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？宗主的闺女就是咱们自家孩子，拿着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你这红烧肉比俺四师兄做的还香。那是，就是稍微有点咸。咸了好，咸了下饭。师傅，俺能带点油盐酱醋回去不？怎么了？俺们天云宗用的都是山下镇子里买的，没有您这里灵田种出来的香。能，你等着。都拿着，不够再来。师傅真好。小师妹，你带这么多调料回天云宗，是准备开饭馆吗？不是，这是改善伙食。能看这酱油，颜色黑亮，香气也足。这醋闻着就酸，炒菜肯定香。这个俺四师兄肯定喜欢。你是在帮天宗宗打劫青云宗吗？不中这么说，俺是在帮青云宗清理库存。恁东西恁多，放久了容易坏。俺只是帮恁早点用掉。俺四师兄说了，食材得流动起来才新鲜。小师妹，你不会准备把青云宗搬空吧？搬空倒不至于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吧。有钱师兄，小师妹，有钱师兄咋在3楼？很奇怪吗？我这么有钱，想去哪层吃就去哪层吃。我虽然只是内门弟子，但我的钱包决定我的楼层。有钱师兄果然有底气。可是有钱师兄，你点恁多，吃得完不？吃不完不是浪费吗？吃不完就赏给门口的狗。反正我有钱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吃不完也是我的自由。有道理，贫穷限制了俺的想象力，可限制不了有钱师兄的消费力。有钱师兄，继续保持。必须的。熊师姐，几位师姐，小师妹，上官姐姐好。天剑宗很穷吧？你难得来一趟，不用客气，多带一些东西回去。俺已经带了可多了，够俺们用一阵子。谢谢上官姐姐关心。
上官姐姐，你身上咋有固髓丹的味儿？没有，闻着就是。固髓丹是修复灵根用的，一般人不会吃。你最近运转灵力是不是不太顺？偶尔还会刺疼。熊师姐，上官海棠以前是谁的徒弟？谢千珏的关门弟子。谢千珏被处决以后，他暂时挂在糊涂长老名下。他平时有啥不对劲不？没有，他天赋很好，也很聪明，就是偶尔娇气些，也有些傲气。天才嘛，这也正常。至于他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，你小人有大量，别和他计较。俺懂。走吧，我们回主峰。小师妹，司徒师兄，你最后那一剑收势慢了，手腕别一直绷着，放松一点。收剑的时候手腕先转，剑尖自己就抬起来了，不用故意往下压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俺以前也有这个毛病，司徒老祖看出来以后让俺改了。你这个不算严重，多练几次就好了。司徒老祖，司徒老祖让俺关照你，你下次遇到啥麻烦就跟俺说，俺好把这个人情还了。多谢。不客气。熊师姐，咱再去灵茶铺瞅瞅呗。灵茶铺经得住吗？片儿，娘，听说你这一上午收获不小。青云宗的东西是真好，比我们天剑宗的强老多嘞。不够的话，告诉娘，娘让人送去天剑宗。够了，够师兄们用一阵子。三师兄的变绳快断了，正好能换新的。宗主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他们咋走你快？可能累了。娘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仙客来。王老板，小客官，住店还是吃饭？都不是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1年多以前，有个3岁的小女孩在你门口讨过饭，你每天都给她留剩饭。你，哎呦，小娃娃，你还活着呢！活着嘞，活蹦乱跳，现在一顿能吃5大碗饭。我还以为你早被妖兽叼走了。没有，妖兽不叼我，他们怕我叼他。你说话还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后来吃饱了吗？吃饱啦，我后来进了天剑宗，馒头管够，还有红烧肉。我4师兄做的红烧肉一绝，比你家的好吃100倍。天剑宗，那个穷宗门。虽然穷，但饭管饱，这是谢礼。不过是些剩饭，顺手的事，不用谢。不中，我6师兄说了，做人得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他还说，不报恩的话，下辈子会变成没饭吃的人。我可不想没饭吃，我要顿顿都有肉。他给你，你便收下。这位仙子是青梦。青梦，青云宗宗主青梦，他当来的时候说是来找娘的。是我，她是我的女儿。你当初在我门口讨饭，就是因为找不到你娘。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。拿回去，以后好好吃饭，别再饿着了。你真不收？青云镇都是靠青云宗庇护的，我哪能收宗主女儿的东西？收了怕遭雷劈。不会的，我娘不批好人，只批坏人。拿回去，等你长大了再来请我吃饭。那好吧，等我长大了，请你吃天剑宗的馒头。天剑宗的馒头好吃吗？我4师兄做的，又软又香，你尝尝。是不错，比镇上老面铺的馒头还松软。下回你来天剑宗，我请你吃红烧肉，
中！你儿子叫王平安，3灵根，如今在青云宗外门修炼，每月考核都在前20，灵力运转也很稳定。宗主，您记得他？青云宗每一个外门弟子的名字，本座都记得。你儿子资质虽然普通，却肯下苦功。照目前进度，明年可入内门。多谢宗主。走吧。你买这么多？带回宗门给师兄们尝尝。师兄们上次说吃腻红烧肉了，肯定喜欢这个。六师兄最喜欢这个，他能一边记账一边剥栗子吃。喜欢？是给你的，你戴着肯定好看。青衣裳跟兰花最配嘞。好看。娘收着。师尊当年已经是炼虚大圆满，他本可以随时渡劫，却一直没有渡。娘问过他原因，他只说时机未到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突然说时候到了，随后便开始闭关，再后来就仙陨了。娘，你是不是又想你师尊了？娘在想，他一个人闭关的时候，会不会也害怕？可他什么都没告诉娘。娘，你以后渡劫的时候得告诉我，我陪着你。好，这个给你。香家老祖给你的护心丹。我哥说你伤了本源，你拿着。太贵重了，娘不能收。收小孩的东西不丢人，死了才丢人。你收下，多活几年，多活几年就能多陪我几年。你多陪我几年，我就多高兴几年。我一高兴，修炼就快，修炼快了就能早点飞升。我飞升了，就带着你和爹一块儿飞。到时候大家都飞升了，就不用为了几颗丹药推来推去了，这叫长远投资，懂不懂？就算你现在真没事，下回渡劫也能用。万一遇见打不过的仇家，还能保命；万一被坏人抓了，还能多撑几天等人救。放着又不占地方，总不能因为收小孩东西不好意思，连命都不要了吧？好，娘收着。不过下一次渡劫，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，也许不会再渡了。为啥？修仙界已经很久没有人飞升，大成之后便是渡劫，一旦失败，便是生死道消。正因为没人敢赌，那些老祖才想炼化2阶气运，强行飞升。多久没人飞升了？几千年。天宪宗祖师是最后一个飞升之人。那些大成期都去哪儿了？有些仙陨了，有些压制修为不敢渡劫，还有些像那些老祖一样走上了歪路。那你以后……娘离大腾还远，现在想这些为时尚早。反正你渡劫得告诉我。好，明日娘带你去后山看瀑布，瀑布水从山顶灵泉流下，站在下面便能感到灵气进入身体，泡上一会儿对修炼有益。那咱带2坛酱油下去。带酱油做什么？边泡边腌咸菜呀，灵泉泡出来的咸菜肯定自带灵气，配灵米粥绝了。行，你带坛子。我已经带了，食堂顺的。你从宗门拿了多少东西？也没多少，就几坛油盐酱醋，几筐灵果，几袋灵米，几把药材，几张阵图，几瓶丹药，几件法器，一叠符纸。还有吗？还有1袋灵麦。食房师傅说磨成面粉做面条比灵米有嚼劲。娘，
能不能让厨房送只烧鸡过来？你刚才不是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但不耽误再吃一顿夜宵啊。一只够吗？要不2只？来人，宗主有何吩咐？2只烧鸡，一只多放辣，一只别放辣。是。好了，今日应该不会散了。娘，你进步了，下回再多练练，就快赶上我3师兄了。好，娘再多练练。洗干切成块，酱油多一点，盐少一点。4师兄爱吃辣，再来1勺。完成。灵泉水腌的咸菜，闻着都比普通水香。修仙界第一美人，果然不是白叫的。神女宗那些仙子美得热热闹闹，像盛开的牡丹。我娘不一样，她像山里的兰花，平时不出声，可只要看一眼就挪不开眼了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，我娘真好看。过来打坐。这些灵气还是老样子，跟一群傻狍子似的，看见我就不要命的往丹土里挤。金丹大圆满，平儿，你又破镜了，再往前一步就是元婴。但混沌灵根的元婴雷劫，至少是普通修士的5倍，你必须提前准备，绝不能贸然突破。放心吧，我不着急突破，先把基础打牢，该扎马步扎马步，该挥剑挥剑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比你爹稳重多了。那当然，我比我爹厉害多了。娘，我下午想回天剑宗了。这么快？3师兄说了，让我早点回去。我都1年多没安安稳稳在宗里修炼了，而且4师兄腌的黄瓜快吃完了，我得回去给他补货。好，下午娘送你回去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都2天了，我差点去青云宗找你。3师兄，你说后天回来也中，我今天就回来了。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没有食言。好像确实没有。中了。青云宗好玩吗？青云宗挺好玩，就是娘那张床我也有点睡不惯，人一躺上去就陷进去了，翻个身跟从坑里爬出来一样。我当年1整晚都没有睡踏实，你能睡2晚已经很好了。还是我们天剑宗的实床踏实。七梦宗主，我又画了几张剑种设计稿，前后改了3版，这一次比上次稳妥许多。您要不要看看？鲁楼主辛苦，不过剑中之事，魏宗主才是主事人，与他商议即可。那郭玉哥新研制的机关阵法呢？若与青云宗阵法结合，防御至少提升3成。我们可以派专人长期维护，前3年不收维护费。这几日宗门事务繁忙，改日再议。哦，那改日也行。娘先回去了，过2日再来看你。中，娘路上慢点。多歇几日，不要太辛苦。魔剑让你爹自己管，他闲了那么多年，也该做些正事。不辛苦，娘，等魔界旅游区建好，你能不能和我们回去住几日？好。陆阁主，你的图纸举了这么久，是怕风把它吹走，还是怕老夫看不清？怕你们看不清。鲁阁主今天咋怪怪的？图纸都快被他搓烂了。小平儿好像有些不对。金丹大圆满，去了元婴，只差1步。4岁半的元婴预备系，修仙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。阿弥陀佛。不慌不慌，他不正常才是最大的正常。大圆满？你出门的时候不是才金丹后期吗？你回来路上捡了个大圆满？青云宗的灵米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？你这2天到底吃了什么？
鲮鱼、鲮鹿、鲮菌鸡、红烧肉、馄饨、烧鸡、蒸饺、桂花糕。读的不是菜谱，必须加练，不然小师妹4岁半就快元婴了，我这张俊脸往哪儿放？小师妹，你是去玩的还是去突破的？被绑架回来突破一次，去凡界突破一次，现在去青云宗又突破一次。宗主，要不以后多让小师妹出去走走？不行，混沌灵根果然恐怖如斯，4岁半金丹大圆满，老夫此生头一次见。也没啥，就是在灵泉边腌咸菜的时候顺便突破了。咸菜呢？带回来啦。好师妹，修炼太快，不一定全是好事。元婴雷劫将至，这一次恐怕比金丹劫更凶。老夫继续去量地。宗主，怎么了？都2天了，鲁阁主还没把地量完，他还带你多人来，那块地到底有多大嘞？第1日便量完了。量完了？那他咋还天天量？他说图纸有几条线画歪了，需要重画。看完风水，又说地基方向影响宗门，需要调整。调整完方向，又说材料不合适，需要重新选。选完材料，又说要调货。那他啥时候能量好？不清楚。宗主，你也有不清楚的事儿？其实很多事情，照照镜子便能清楚。可鲁阁主照了一辈子镜子，也没有想清楚，所以老夫也不清楚。行吧，我听不太懂，但我感觉宗主知道的可清楚了。本座等的花都谢了，说好的糖葫芦呢？你是不是把本座忘了？带了，你急啥呀？还好酱牛肉没被顺走。这个好，比延川做的嫩。实话实说，你别不高兴，人家用的是灵牛，咱们平时用的是山下买的普通黄牛，肉质确实不一样。我还是觉得红烧肉好吃，牛肉太瘦，没有肥肉，不够香。红烧肉适合下饭，酱牛肉适合下酒，用途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蒸饺也不错，皮薄馅大，里面是虾仁和马蹄，味道清甜。确实可以。魔界商贸区可以增加一个饺子摊，口味多做几种，修仙界和凡界都能卖。大师兄不说好吃，但他会再加一片，这就叫用行动说话。小师妹，你这2日在青云宗究竟是怎么过的？又是怎么突破的？详细说，我好记录。本来想长话短说，后来我又想起来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还是先记账吧。可以，开始。正好，老夫刚看完你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道祖炉中秘籍，正想试试新丹方，这批药材来得太及时了。紫灵花还是100年份的，炼制驻颜丹的主药，所以我摘了一大把。景元长老，丹药炼好以后，记得给5师兄留2颗。为什么特意给我留？因为你最近照镜子的次数明显下降了。我没有。你有，3师兄说的。这黄芩品相不错。这些都是基础丹药，寄进宗门库房，谁需要就自己拿，不够的话我下次再去拿。青云宗丹峰知道你还要去吗？他们长老说了，用完再去。有凭有据，那便不算强。各种灵果放厨房里当饭后水果，吃不完就晒成果干，冬天还能接着吃。这一筐适合晒，这2筐水分足，先吃。紫色的可以做果酱。10袋灵米，青云宗自己种的，比镇上买的香。5袋灵豆，4师兄你看着做。确实新鲜，镇上卖的灵米放了半年，煮出来香味早散了。别急，还有让你更高兴的。颜色黑亮，香气也足。这个醋闻着就酸，这辣椒油比我做的还香，粉质细，没杂质。这是蒸馒头的好面粉。4师兄，你别光顾着研究吃的，炼丹的副业不能荒废。练着呢，就是这2日忙着研究新菜谱，
回头便练。这种品质的符纸，外面至少卖100下品灵石一张，而且未必有这一批好。五师兄最近不是在学画符吗？这些专门给你顺的，够你练到手不抖了。谢谢小师妹，我一定努力，争取早日画出一张能用的符。这张是千文峰最新研究的迷幻阵异种，这是千文峰峰主亲写的阵法心得，六兄又有空研究研究，把布阵这个副业做好。孙家老祖说了，阵法师可挣钱嘞。你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鸿蒙万象阵道，我已经看完。青梦宗主送的青云宗初级阵法入门也已经看完。下一次万宗大比，再遇到正宗那个正宗之光，我有信心撑2刻钟。野钟，上回你撑了1刻钟，下回2刻钟，至少翻倍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些是我从炼器坊拿的，管事长老本来不太想给，但千文峰峰主说给他吧，然后他就给了。给了几十件？峰主没说数量。有道理。三师兄，这根叫青蓝锁妖绳，是专门捆妖兽的法器，给你当发绳，以后打架要是打不过，把头发一解，直接扔出去，不一定能捆住对方，至少能绊他一跤。小师妹，你居然还记得我喜欢青色，明日的馒头三师兄亲自给你蒸。不用，四师兄蒸就蒸，你蒸的太硬。也是。五师兄，这个给你，万一哪天你穿的太好看被人追杀，他还能替你挡一下。我穿的好看，也不是我错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张脸容易招仇恨，还是拿着防身吧。你这么说，我竟无法反驳。小师妹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东西已经记满1本，凡界带回来的东西也记了大半本，青云宗这一趟又能记好几页。再这样下去，天宗宗可以开杂货铺了。各位长老，各位师兄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努力摆脱修仙界最穷宗门这个名声。光靠宗主砍价不中，光靠长老们出去打工也不中，光靠我到处顺东西更不中。我们得自己发展副业。六师兄，你继续学布阵，以后有人上门求阵，咱们按时辰收钱，阵越难收费越高，情况越急坐地起价。坐地起价听起来不太厚道，那就写同享无期。明白。五师兄，你继续学画符，画符只要纸和墨，成本低，利润高，说不定比六师兄布阵还挣钱。为什么他的比我挣钱？因为你现在只能撑2刻钟。四师兄继续炼丹炼机，现在宗门有丹房，有炉子，有药材。景元长老年纪大了，你得早点顶上去。老夫年纪大，看开些，早晚的事儿。三师兄继续学驯兽，以后我们养1群灵兽，能接护卫任务，还能卖灵兽幼崽。养灵兽也很花钱，先挣钱，再考虑花钱。哥，你继续挖矿吧。挖矿搞建设挺挣钱的。为什么他们都有新副业，到我这里还是挖矿？术业有专攻嘛。大师兄，你继续练剑就行。大师兄，你去哪儿？练剑。大师兄果然是大师兄，别人还在想，他已经去干了。确实该好好练了。这1年都在挖隧道，剑法荒废不少，也不能算完全荒废。挖隧道至少锻炼臂力，以后抡剑更有劲儿。阿弥陀佛，人生嘛，练也是过，不练也是过，但练了能多活几年，所以还是练吧。东西分类存好，所有人去广场加练，老夫亲自监督，特别是小偏儿，打牢基础，
准备元婴雷劫。4岁半的元婴预备役，修仙界从未出现过。别让外人看笑话，说我天剑宗弟子只顾修为，不顾根基。吃的放厨房，药材送丹房，法器先登记，再入库。紫菱花别压坏了，五师兄还等驻颜丹嘞。我没有等。对了，五师兄，你的传讯符号是多少？怎么了？你不记得？上回你写在纸上，后来3师兄拿去包瓜子了，再后来纸条跟着瓜子壳一块进了灶堂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这次我一定记下来。要是本子丢了，我就再问你一回。都磨蹭什么？广场集合！别让老夫说第2遍！小师妹，宗主让加练。我知道，练剑又不耽误吃饭。服请，不许边跑边吃。吃完了。天剑基础7式，起势。别的宗门基础剑法动不动36式、72式，翻来覆去能学1整年。俺们天剑宗只有7式，可这7式每一式都得练几百上千遍，练到闭着眼睛也不能偏1寸。手腕松半分，腰腹发力，不要只用手臂。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，摇的不是地，是你们自己的命。基础还在，没有丢，不错。这1年多，你虽然四处乱跑，剑法倒没有荒废，还进步了嘞。怎么进步的？在硫磺之域天天跟邪修修炼出来的。他们出剑又快又狠，俺不进步就得挨揍，挨揍就疼，一疼俺就长记性了。确实扎实了不少，发力更稳，收拾也比以前利落。那些老祖也指点过俺，他们不是剑修，可他们活了几千年，几千年里啥兵器没见过，随便说2句也够俺练半个月了。一群活了几千年的邪修老祖，围着一个4岁半的孩子交剑，这画面怎么想都不正常。我把地球一寸寸放回进去，忽然听见风里倒在无声里。九天归道，万象归道，神灵散了，天行未老。其他宗门布阵，纵则几百上千弟子，看着声势浩大，实际大半只是站着凑数。我天剑宗只要6人，剑阵便可形成周天之势。哪一个单独拎出去，不都能1个打3个？人越少，剑意越纯，剑意越纯，威力越强。花里胡哨，6个人绕来绕去，跟跳舞一样。你一条被关了几千年的破龙，懂什么叫剑？你只会剑。老子被关之前见过的剑修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你们人族的剑，无非就是快一点、慢一点、重一点、轻一点，翻来覆去就那几下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你被关了几千年，也没见变聪明，出来以后还是这个水平。老子聪明的很，而且老子活得比你久。活得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关了几千年。若不是我们撬开结界，你现在还在底下数石笋。老子数石笋也比看你教徒弟强，教了这么多年，连一个飞升的都没教出来。你师父没从坟里爬出来骂你？老夫的弟子都还年轻，你都老成什么样了？不也没飞升，还好意思说老夫？你这脑子还不如回去继续数石笋。你再说一遍！都少说一句。小黑，恁是来看俺练剑的，还是来吵架的？老子本来是来看你练剑的，是他非要跟老子吵。恁要是不说俺们剑阵花里胡哨，宗主能跟恁吵？老子说的是实话，你们的剑臣就是绕来绕去，跟跳舞一样。实话也不一定非得说出来。
有些话说了伤感情，不说大家还能继续当朋友。行，今日不跟他吵，给你面子。宗主，恁也是，小黑都恁大岁数了，能让着他一点。他都几千岁了，还要老夫让他？对啊，他是几千岁的老人家，恁才2800岁，一个年轻人，尊老爱幼一下咋啦？行。小平儿，老夫今日传你一招绝学。啥绝学？斩穷。听着可厉害。自然厉害。此剑一出，可牵引天地间所有剑意，汇聚己身，一剑迸发，万道皆斩，一剑可破诸天。此招由天剑宗祖师所创，是我宗立宗之本。清晨领悟3成，符砚领悟2成，其他几人目前各有1成左右。今日主要教你，你是混沌灵根，根骨极佳，能领悟多少，便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是。正好试试你哥哥送的新剑结不结实。若是不结实，还得找你赔。正常使用损坏，魔界商贸区不负责赔偿。宗主，先出剑吧。就这。宗主，那座山是种灵果的，老夫刚种了1年多的果树，山上的树苗还没长大，你就把山劈了。阿弥陀佛，明年吃什么？您将明年食堂的饭后水果全劈没了。教弟子总得示范，不示范如何学得会？示范一定要对着灵果山。明日让鲁阁主看看，或许可以修。你确定山也能修？山裂了又不是墙裂了。把中间那道裂缝填回去。不行，土石太多，还是将整个山头用阵法箍起来。若布置大型固山阵，需要临时阵盘和阵基，费用不会低。多布几个固山阵，应当可以补救，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灵石。这笔钱应当从宗主的私房钱里出。继续上课。两脚与肩同宽，重心下沉，握剑不可太近，呼吸先沉入丹田，再带动腰、肩、手臂，最后才是手腕。剑意不是从剑里出来，是从这里出来。俺懂了。腰再稳，呼吸不要乱。剑落，心不能散。这一剑倒还行，再过几年，他若真能练成，说不准会比他爹还厉害。他爹那一身蛮力，全靠拳头，剑法稀烂。那是自然，他是我天剑宗的弟子，当然比他爹聪明。他爹只是脑子不好，又不是天赋不好。脑子不好和天赋不好是两回事。哼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一口火喷了5000年，到现在都没喷明白。你再说一遍。一口火喷了5000年，还没喷明白。好了好了，要打出去打！皇场才修了1年，打坏了又得花钱补。好在宗主当年出去云游了。他若一直留在宗门，宗门的山头早被仇家铲平了。宗主，明日别忘了找鲁阁主修山。知道了。
不骂，都2下，还能接着蹲。扎马步累了就练剑，练剑累了就画符，符画坏了就去炼丹，丹炉炸了就去布阵。反正天剑宗别的不多，能干的活儿可多嘞。过去1年修仙界10大名场面，让俺看看，俺不在的时候，修仙界都发生啥了？不敢当，就是运气好，赶上大场面了。这叫运气好，这叫胆子大，不怕被雷劈。魔界少主矿车驻场完整留影合集。少主终于从矿里挖出来了。少主倒车甩尾技术太好了，想拜师。俺哥要是看到，肯定又要装不认识。青梦宗主一边渡劫一边打人，青梦宗主下炸了。对面跑得比兔子快，还是没快过雷。俺娘当然厉害。白鹤咒天天铲屎，那西光圣鹤谁骑？现在是宗门共享灵鹤，谁都能骑。当初好好做鹤不行吗？非跟着主人作恶。他们挖隧道救人，结果人自己回来了。唯一作用就是证明天宗确实努力过。灵石花光了，人溜溜达达回来了，这钱值吗？至少证明天剑宗脱贫了，以前哪挖得起隧道？唉，这帮人咋啥实话都往外说嘞？不过确实脱贫了一点。这修炼速度是不是开挂了？别人修炼像爬山，他升级像坐矿车。这哪是修炼，这是坐飞剑。他们猜错了，俺那段时间吃的是黑馒头，不是高阶丹药。你连朋友都没有，你就是一条穷龙，你连裤衩都没有，你连穿裤衩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腿。魏宗主的嘴比他的剑还快，剑还能收住，嘴根本收不住。小黑进天葬宗后不会还嘴，因为嘴里叼着糖葫芦。谁说老子没空还嘴？没说呢，睡觉吧。明天还得加练，剩下的以后再看。三师兄，怎么了？你若再吹得难听些，应该可以直接当法器使用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要研究阵法，没空。炼丹与蒸馒头其实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火候到了，自然就成了；火候不到，就是加生。老夫炼丹300年，第一次听人拿蒸馒头解释炼丹。您看，火大了容易裂。虽然说法粗糙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吴师兄，有话就说。你这是画符还是画蚯蚓？六师弟长得比较抽象，适合入符。阵法和账本一样，每一笔都得对得上，对不上就是死账。恭喜六师弟，阵石终于能当夜灯用了。晚上起夜不用点灯了，可以挂在食堂门口。我迟早会把你们全困进阵里。这几年落下太多，再不补回来，便要被你超过了。已经超过了，俺现在早就能打元婴了。那更要练。少主，魔君说桌上堆满了带批公文，少主再不回去，魔界商贸区就要停业了。让他亲自来与本座说。属下这就回去传话。哥，要不俺替恁批2本？
不用。俺现在会写很多字啦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更不能让你批。大师兄，能咋每天都比前一天多练一会儿？怕被超过。被谁超过？啊！娘，恁是不是背着俺偷偷给他吃东西了？只为了一块青云宗的灵兽饼干。一块饼干就叛变，一点原则都没有。唉，总算修好了，再让我修一次，可就要收钱了。你在食堂吃了这么多日，还想收钱？这块石头似乎还有些歪。鲁阁主现在也天天在俺们食堂吃饭，说是修山的工钱。可山都修好了，他还没说啥时候走。慕容卓，山下有人找你。哪宗的？今日是神女宗，又是来送礼的。来了3名女修，提着2只礼盒，还捧着一束灵花，花是粉色的，应当是神女宗的惯例。六师弟，麻烦替我收一下。慕容卓，你自己去。人家姑娘远道而来，总不能让他们一直等。快去快回，别耽误练剑。以前天天都有女修来找五师弟，宗主每一次都把人骂走。宗主常说，女人只会耽误我家弟子拔剑的速度。有一次，人家姑娘刚开口，宗主便让她回去练剑。还有一次，女修送了灵果，宗主把灵果留下，将人赶走了。那今天咋不一样？宗主唯独对神女宗这名女弟子很客气。上一次她来，宗主不仅没有骂人，还让厨房端了一杯茶出去。咋说啊？剑练完了？没有。那还不继续？晚上再说。专心。哦，神女宗的女修，宗主不但没骂，还给她端茶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，还是大事儿。刚才来找五师弟的那个女修是北海之主的女儿。北海之主？上一次他来，宗主还问了一句：“你家师傅最近身体可好？”问完之后，宗主还让厨房端了灵茶。端杯茶有啥稀奇的？那是忘机长老从禅宗带回来的上等灵茶。那名女修叫蓝西西，神女家亲传5弟子，在宗门里也排行第5，103岁，金丹初期。就是上届万宗大比被五师弟一剑把琵琶砍成2半的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当时回头看五师兄那一眼，咋说嘞？反正不像是生气。他后来又来找过五师兄几次，只是我们开始挖隧道后，所有人都不在宗门，他便没再来。现在小师妹回来了，五师兄也回来了，他自然又来了。北海之主的家底不比修仙界4大家族少。你咋知道？魔界商贸区与北海做过生意，海底灵矿、暖玉、海兽材料，每一样都价值不菲。宗主把五师弟卖了，看什么？宗主，你真把五师兄卖了？什么又卖？北海之主那株地心藕养了1800年，若非那这株地心藕，慕容卓的灵根能续得如此顺利。大战之时，北海之主为何愿意帮忙对付那2个大城，又为何带着那么多人赶来救援？哼，真以为人家做善事不图回报？所以，这就是你把五师兄卖掉的理由？不是卖，这是促进天剑宗与北海神女宗之间的友好交流。
不过见一面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若慕容卓自己能把握住机会，以后北海有什么至宝，借起来也方便。再说了，北海之主也没说让他做什么，只说让女儿来天剑宗看看，见一见慕容卓。这点要求，老夫能不答应？行吧。宗主，北海之主的女儿漂亮吗？应该还行，老夫没仔细看。神女宗的弟子肯定不丑。阿弥陀佛，相貌不佳者不收入神女宗，这是神女宗第一条宗规，刻在山门石匾之上。那正好，郎才女貌。不止，北海之主富得流油，家中底蕴不输4大家族。女才，郎貌，这4个字还能你用？意思到了便可。宗主，3位长老，你们真的把我卖了？老夫去摘黄瓜，老夫去看丹炉，老夫去扫地。长老们逃跑的时候配合的比剑阵还齐。那株地心藕本来就是为你续灵根用的，你不去见人家姑娘，难道让老夫一把年纪出去卖？只是见一面，又不会少块肉。人家小姑娘大老远赶来，你连面都不露，也不合适。没让你去北海住，你才多大？人家姑娘才多大？先交个朋友，有空一起练练剑，讨论修行大道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吴师兄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喜欢蓝茜茜姐姐？她的修为没有我高，就因为这个？她的美貌也比不上我。这句话没法接，谁接谁输。他送你啥啦？1盒灵果，1块暖玉，还有1根发簪。挺用心的。可我都用不上，发簪我有，暖玉我也有，灵果我又不爱吃。那你还收？收礼是天剑宗的传统，礼物先收着，用不用以后再说。可宗门传统里也没写收礼要卖。下回能不能让蓝茜茜姐姐送点海鲜？我听说北海的海鲜可好吃了。小师妹，你也没准备放过她。海鲜确实好吃，吃不完还可以晒干，晒成干货可以保存很久，冬天也能吃。北海鱼虾比忘川鱼好吃。你们行了，都别贫了，继续练剑。这次又是谁？不是找你的，来找清晨的。刚才来的是神女宗5弟子，现在来的是神女宗大师姐。雪媚仙子？她原本是来劝蓝曦萧回宗的，听说师妹已经见到慕容卓，她便也想见一见清晨，当即心练剑。这算回答了？算，意思是不见。那我下去一趟。人家找大师兄，你下去干啥？总不能让雪媚仙子一直站在山门外。我去转告她一声。再说了，大师兄不去，礼物总要有人收吧？让我来！小师妹，数量记清楚一点。知道啦。雪媚姐姐好，各位姐姐好。小师妹，怎么是你下来？沈师兄呢？大师兄说他要潜心练剑，所以让我下来跟你说一声。这样，你有啥话想带给大师兄，
我可以帮你转达。也没什么，只是想与他探讨一下剑法。既然他没有时间，那便算了。下次等他练完剑，我再来。那你没有东西，要我转交给大师兄？今日没有带。沈师兄从来不收大师姐的东西，就算带了也是白带。西西，那我们便先回去了。各位师姐，请留步。我有个事儿一直想不明白，你每回来天剑宗，咋都只找我五师兄？沈师兄太冷了，那种冷冰冰、眼中只有剑的剑痴，也就大师姐喜欢。苏宁嘴太欠，上次我给他送了一筐灵果，他当着我的面说不够新鲜，结果我刚走到墙角，就看到他蹲在那里偷偷啃。言川虽然不嘴欠，但脑子里只有吃的。我送了他一包珍贵灵药，他转身就倒进锅里炒了。这药味挺香，配牛肉应该正好。唉，我在厨房门口站了半天，感觉自己送了个寂寞。顾晨光最气人，我前后给他送过5次礼物，可他每次都不记得我。直到我说出送过什么，他才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，是你啊。”还是慕容卓好，温柔貌美，从不挑3拣4，无论送什么，他都会笑着收下。收下之后还会认真道谢，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他是天宗宗唯一正常的人。我心里有数了。你对我师兄们还是不够了解，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介绍。我3师兄苏宁嘴是欠了一点，但他做事可细心嘞。可是他是木灵根。木灵根咋啦？木灵根温柔呀，火灵根脾气大，木灵根气好。不信你想想，神女宗那些木灵根师姐是不是比火灵根脾气好？好像确实是。再说我4师兄言川，人憨厚嘴也笨，但是饭做的可香。整个修仙界就他能把馒头蒸得又白又软，还带灵气。你神女宗能吃到你好的馒头不？我们已经辟谷，很少吃馒头。辟谷是不饿，又不是不想吃好吃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有些馋。我6师兄顾晨光虽然每天只知道记账，但他会过日子呀。一个宗门总得有人管钱，管钱的人不乱花，家里才能存得住灵石。你神女宗的钱谁管？长老。你长老乱花过钱不？去年长老花了500上品灵石买了一盏灯。灯有啥用？长老说放在大殿里好看，结果没放稳，被风吹倒，摔得粉碎。这就是乱花。我6师兄就不会，每块灵石花在哪里，啥时候花的，还能不能赚回来，他全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沈师兄呢？大师兄说仙子的剑法已经进步了。他真的说过？我站旁边亲耳听到的。大师兄原话是，他的剑法比上次好了。说完他就继续练剑了。他注意到我的剑法了，所以雪妹姐姐回去再多练练，下回来大师兄肯定愿意跟你讨论。除了5位师兄，我还有个亲哥，魔界少主符焰，他掌管着整个魔界矿业，以后还是魔君。你想想，威风不威风？虽然仙魔2界已经允许通婚，但听说还要办2界通行文书，以后生孩子还得考虑户籍归属，太麻烦了。2个人要是真喜欢，这点困难算啥？你看我娘和我爹，就是因为足够喜欢，才生了我哥和我。暗灵根1000年难遇，混沌灵根万年难遇，这就是跨界通婚的优势。你想想，万一将来生出一个变异灵根，那不光自己厉害，整个家族都跟着崛起啦。是不是可心动？心动不如行动。3师兄、4师兄、6师兄的传讯符号，每人只要10块上品灵石，多买还能打8折。5师兄最受欢迎，20块上品灵石。大师兄是当界第1天骄，50块，值这个价。我哥的传讯符号100上品，不议价。毕竟是魔界少主，整个修仙界能直接联系他的人都没几个。
我只要沈师兄的。没问题。看在雪妹姐姐追了大师兄50年的份上，只收30块。30？对，50年的坚持值得这个优惠。我只把慕容找到，我买慕容和魔界少主的，我要岩川和魔界少主，我也要魔界少主。我买顾清光和苏宁，他们一个嘴欠，一个不记人。但你说的对，过日子还是很重要。收好啦，传讯要是被掐断，就说是我给的，他们不敢不接。100、200、300，整整400上品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跟神女宗的师姐们聊了一会儿，她们长得好看，说话也好听。收了多少？啥收了多少？别装。400。那还行。宗主果然啥都知道，不过他没骂我，说明这生意做得对。小师妹，扶贫！咋了？天塌了，还是山又裂了？你把我们的传讯符号卖了。我今夜收到好几个陌生传讯，有人问我要不要出去赏月，我说我正在练剑，他竟然说可以等我练完。连我都有，一晚上收了7个传讯，我还以为宗门出事了，结果全在问我明日做什么饭，还有一个已经开始预定明日的红烧肉了。我整整1晚都在接传讯，刚开始只有2个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全在问我有没有空。我哪有空？我最近忙着画符，手都快抖成筛子了。我已经无法专心记账，每隔1炷香响一次，比山下打更还准时。你不止卖给了雪妹，你连我都卖了。这不都是为了宗门创收吗？整整400上品灵石，你想想，这么好挣的钱上哪儿找去？我是你亲哥哥。对呀，其他师兄还能打折，亲哥不能便宜，卖贵一点才显得你有排面。你想想，400上品够3师兄买多少根发绳？够4师兄买多少袋面粉？够5师兄买多少面新镜子？够6师哥买多少本新账本？够大师兄买多少块魔剑石？够我哥买多少吨矿石？买我传讯符的是谁？不认识，就是那个抱灵猫的漂亮姐姐，她的猫可好看了。我的呢？一个拿扇子的姐姐，她那把扇子一看就可贵。我的传讯符号卖给了谁？蓝西西啊，宗主把你卖给他爹，1人2卖，可划算。买我传讯符的，应该是一个同样喜欢记录的女修吧？你猜对了，他说你虽然有点抠，但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。我呢？他们买我的符号做什么？都挺漂亮的，他们想跟你生孩子。传讯符，明日便换。旧的不要了，新符号没人知道，终于可以安静做饭了。昨夜又被吵醒3次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换完变清静了，账本总算能翻完整1页。挺好的。这样就能重新卖一次啦。这样千宗宗就永远不会穷了。若每次能赚400上品，确实可行，这叫可持续发家。理论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卖？今天下午，先去青云宗，再去神女宗，要是时间赶得及，再跑一趟万灵宗。师兄，你去哪儿？换第3张传讯符。
多少？够咱们食堂大鱼大肉吃10年。我去夹菜。宗主要给小师妹大办生辰宴，他平日连自己的生辰都不过，怎么对小师妹如此积极？宗主说了，一个混沌灵根，又是魔君与青梦宗主的女儿，3只圣兽加一条上古黑龙，都在天剑宗坐镇。多少人想巴结都找不到门路，这个机会若不利用，天宗宗还是天宗宗吗？所以，主要是为了收礼。不然呢？别人送的高兴，我们收的高兴，两全其美。收到的礼物还能存进库房，以后慢慢使用。娘也会来。娘不是说这几天宗门有事？她已经提前处理完了，3日后的生辰宴，她会来，爹也会来。边境如今稳定，他不用镇守边境了。而且他说，你过生辰他若不来，娘会骂他。爹总算聪明了一回。每人备礼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桌椅若不够，必要时找鲁阁主见。为什么又找老夫？因为你还没走。我咋感觉这不像生辰宴，像宗门招商大会嘞？有什么区别？好像确实没区别。万灵宗已发，神女宗已发，佛禅宗已发，食神宗、镇宗、灵气宗、公输阁，一个都不能漏。都是来给你过生辰的。那得吃多少饭？这2日，言川已经不敢算了。下盘再稳，肩膀太高了。小平儿，收拾不可散。宗主说，3位长老都忙着发请帖，恁咋一张都不发？老夫堂堂一宗之主，若亲自到处喊人来给弟子过生辰，岂不是成了求人？哼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有道理。才不是！宗主要是亲自发传讯符，人家收到后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恭喜，而是魏苍轩是不是又要骂我了？万一来参加宴席的全是宗主的仇家呢？万一生辰宴变成追杀现场，好看吗？万一打坏300张桌子，希望不要有万一。老夫听得见。万灵宗到，神女宗到，食神宗到，佛禅宗到。这还是俺们炼剑广场不？今天不是，今天是收礼广场。那张往东边搬，主桌用最稳的。椅子落地倾斜，别把青玉砸裂。这桌椅不错，阁主亲自挑的木料。鲁阁主，您连地毯都铺了。今日各宗宗主齐聚，不能失了天剑宗的礼数。那位是天剑宗新招的长老，看起来地位不低。鲁门主大概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，反正这几天他确实比长老还忙。1号炉红烧灵鹿收汁，2号炉灵骨汤火小一点，蒸笼再加2层馒头，酱牛肉切薄切，一桌一盘，不许少。岳圆圆带人来帮忙做饭。条件呢？下次时间宗被人给差评，老夫亲自解决给差评的人。马上安排长出长老和30名亲传过去。宗主，恁准备咋解决给差评的人？解决不了问题，便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不论是谁，老夫亲自去骂，骂到他改口为止。宗主威武！言川，你这手艺留在这么小的厨房里实在屈才，要不要来食神宗？你本来就应该是我食神宗的弟子，若不是当年景元那个老狐狸……长老，你小声点，俺们宗主耳朵可灵，后山有只鸟换了个窝，他都能知道。开玩笑的，方才都是玩笑。不过你这肉确实烧得好，汤汁收得恰到好处，比老夫做的还强上半分。
白宗主、姬宗主，二位风姿不减当年。二位尚为亲传弟子时便相交莫逆，千载情谊未改，实在令人羡羡。温长老若有时间，可常回万灵宗坐坐。如今寿山范围扩张，有温长老这般大能坐镇，本座才能真正安心。人家天剑宗如今可今非昔比，温长老已经是正经宗门长老，不需要再出去养弟子了，让他回去插屎确实不太合适。在万灵宗做了30年功，确实有些舍不得。有时间一定常回去看看。主酌席位已经备好，忘机，快请二位宗主入席。老胡文，许久不见，听说你们宗的小弟子修为又长了？长了一些。现在什么境界？金丹大圆满。4岁半，金丹大圆满？你们天剑宗是越来越离谱了。我食神宗300岁的老弟子还在金丹中期晃悠。唉，过奖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。大长老这是在谦虚不？是，但他笑得可骄傲。这叫谦虚给别人听，骄傲留给自己。主持来了，快请，席位已经安排妥当。善哉善哉，今日叨扰了。一路辛苦，来了便好，快坐快坐。多年不见，修为又精进了，看来上次秘境收获不小。这位是贵宗新晋长老吧？果然一表人才。老夫的脸快不是自己的了。一路辛苦。万灵宗与神女宗坐前排左侧，佛禅宗坐前排右侧。长老，正宗为什么不能和灵气宗坐一起？两宗上个月争夺一处秘境入口，尚未和解。食神宗和丹宗呢？去年丹宗说食神宗拿灵药炒菜，浪费资源，两家刚吵过，隔3桌。司徒家与松家已经和解，可以相邻。赵家与孙家有旧怨，中间放佛禅宗。为何放佛禅宗？打起来时，和尚方便劝架。你们挡着老夫做什么？宗主，您今日就在大殿里坐着，等正式开席再出去。老夫是天剑宗宗主，不亲自接客，像什么话？您一开口，客人容易跑。宗主，今日是小平儿的生辰，不是您的主场。老夫好歹也是一宗之主。上一次您亲自接客，接走了3个。他们后来不是回来了吗？人家是气不过，回来砍您的。今日来的都是客，不求您夸人，只求您别骂人。老夫今日给小平儿面子。唉，这才像个大宗门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们天宫宗后山特产水果。是不是咸菜吗？没成熟之前是蔬菜，成熟以后腌一腌就是水果，提神提脑，开胃消食。酸辣爽脆，确实不错。青云宗今年灵田收成怎么样？还行，比去年多了2成。那你们丹峰今年肯定也赚了不少。道友，最近兽疗价格涨没涨？你们宗门今年新修了几座丹房，听说正宗最近接了个大单，那座灵矿真是赵家投的。俺3师兄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剑，是跟谁都能聊上几句。王师兄，你最近修炼的是什么剑法？你今日这件法衣特别衬你，这料子是青云宗的云锦吗？公子真好。慕容哲师弟，你有道理了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这个问题，我的身体还在这里，灵魂已经飞走了。不愧是修仙界最有魅力的男修，连人群都挤不进去。要不等会儿再来？不行，再等下去连外围都没位置了。贱货，北海宋无论来了！灵玉一盒，估值800中品，送礼人正宗内门弟子周远，可以进。丹药出处，我师父自己炼的。丹药可有备案？
来路不明，不收。你们这规矩也太多了吧？送礼还要先看条款，条款都写在纸上，您先看清楚，符合条件再送。今日收入可能要换第2本账册了。今日是大喜日子，你陪他们过几招，也让他们知道天剑宗的大师兄还是那个大师兄，顺便摸清他们的实力，下届万宗大比也好安排谁先上。明白？下一位。承让。玄梅仙子已经付了3次钱，这是来练剑，还是来给天君宗送钱？你已经打过3次，我练剑，这是第4次，所以还要再练。你的剑法已经有进步，有进步更应该多练。出剑吧。俺敢肯定，俺哥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不过他装的确实挺像。不对，哪不对？凭什么本座只有10块，那几只石狮子却值100？本座乃上古渊龙，论年纪、实力、血脉，哪一点不比他们强？能想想，摸一次圣兽要100，能只要10块，人家本来只能摸1回圣兽，换成能摸10回。再说了，哪一条上古龙非跟几只石狮子比价钱，跌份儿。有道理，本座不跟小辈计较。白泽圣兽果然温顺，听说摸白泽可以辟邪，那我也摸，我排后面。一个一个来，不许2个人共用一次。上古渊龙，我试试。等等，前辈，你手里吃的拿来给本座，快点，别让本座喷你。这条龙还是那个脾气，花了钱连一片鳞都没摸到，还是白泽圣兽可爱。那龙年纪大，脾气也大。刚才谁说本座年纪试试？小黑，能再这么下客人，10块都没人摸了。刚才是意外。能笑一笑，龙不会笑。那能至少别想要吃人。小黑，不准再吓唬客人。本座没骂他们，本座只是说要喷。喷也不中，今天人家是来送礼的，不是来挨烧的。烧坏东西要花灵石修，要是把人烧坏了，还得赔更多灵石。上回你在后山喷一口火，温岛市的黄瓜架全没了。那黄瓜架本来就不结实，结不结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花钱修了。修黄瓜架的钱够买10根糖葫芦，你自己算算，亏不亏？我替你算，你把脾气收一收，就有人敢过来摸你。摸一下10块中品灵石，有了灵石就能买糖葫芦，
一根糖葫芦才10块虾皮，1块中品能换100块虾皮，10块中品能拿好多好多糖葫芦。让他们动作快些。还有，不许摸本座的尾巴，尾巴是本座的尊严。来，上古魔兽现在可以摸了，摸一下只要10块中品，尾巴20。你过了这座山就没这条龙了。前辈。对，就你呀，赚钱嘛不丢人。为了糖葫芦，本座忍。我可是你亲哥，亲哥才最有牌面呀！只有亲哥有资格坐在广场正中间，让整个修仙界的人观赏。别人想做，还没这个资格嘞。各位师兄师姐，魔界少主现场留影啦！1张留影100中品，带回去发论坛，可有面子。错过今天，再等1年。一个一个来，不许插队。伏偏。咋了哥？你笑一下，一直黑着脸，没人喜欢的。财神爷不笑，咋招财？少主笑了，我也要拍笑的。哥，你说茄子？不会。那你说灵米？也不会。行吧，你闭嘴坐着就中，反正脸好看。哥，你先招呼客人，我去后厨看看四师兄忙不忙。少主，麻烦再笑一下。下一锅少放些盐。他看见了，但是他没说，说明这是掌厨长老默许的。小师妹，你们宗那几只圣兽和上古魔兽气息实在太强了，连粉红猪都缩成球了。做食堂也挺好的，离厨房近，随时都能夹菜。你安慰人的方式永远跟吃有关。以前看你觉得不中用，现在看顺眼多了。为什么？至少现在不流口水了。小师妹，生辰快乐！1年不见，你又长高不少。灵米吃多了，你万灵宗送的灵果也有功劳。傅师妹，生辰快乐！谢谢风师兄，你这龟养的真好，壳都盘出包浆了。他确实活得久了一些，而且比我年长许多。那个带小乌龟的，是不是以前灵气宗的大师兄？两宗合并以后，他现在排世11，虽然排名降了，仍是封主亲传。那也是玄龟，只是年纪没有大师兄那只大。正式礼物上山时已经交给顾晨光了，这些是当季灵果，给你现在吃。甜。平儿，偷吃了不少东西吧？没偷吃，这是万灵宗给的，我光明正大吃的。那嘴边为何还有油？现在没了。青梦宗主，许久不见，上次2届大战，多亏青梦宗主及时突破。以后两宗之间还要多走动。客气，改日定当前往拜访。久仰久仰，有机会多走动。上次之事还要多谢。大人的客套话，听来听去就那几句，还没有我3师兄打听宗门收入有意思。上官海棠没来，可能没被邀请，也可能是不想来。
反正人不在，我也懒得问。小师妹，生辰快乐！谢谢司徒师兄。这朵花是我今早亲手采的，送给你。好看不？好看。小师妹，生辰快乐！小师妹，祝你早日结营。我被他们围在中间，红的、青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像一锅红烧肉里最显眼的那颗八角。今天这颗八角可快乐嘞！有人触动了天成宗护宗大阵，今日还有谁要来？阵门开。都多大了，还如此冒失？西西在神女宗修行，有劳姬宗主照看。前辈客气，是他自己争气，本座没费多少心思。比上露台还紧张。北海之主大驾光临。天剑宗蓬荜生辉，他居然会说蓬荜生辉。今日确实克制了。温之牙传讯老夫，说天剑宗有个4岁半的孩子，已经准备结婴。老夫特意来看看，金丹大圆蟒距离元婴只差1步。今日又是他的生辰，过了今日便是5岁。小平儿，过来。北海之主好，欢迎能来天剑宗参加俺的生辰宴。修为稳度，气血充盈，体魄也好。5岁的元婴预备齐，老夫活了数千年，今日也算长了见识。你娘当年也是修仙界罕见的天才。却也没有你这般逆天。北海前辈过奖。老夫第一次见你时，你也只有这般大。当时你师尊尚在，他带你来北海做客，老夫那时便觉得你可能会成为万年来天赋最高的孩子。没想到你的女儿更了不得，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倒也甘心。前辈谬赞，娘小时候也那厉害，没有你会吃。这是老夫送你的生辰礼。此物名为万流清心珠，内含北海本源活水。修炼打坐时，将它握在掌心，其中活水可冲刷经脉中淤积的浊气，稳定心神。也可稳固金丹与元婴根基，愿你顺利结婴。谢谢北海之主，祝能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好，好，小殿下真会说话。前辈多年不见，风采依旧。北海近来可还安稳？晚辈正好有一批碧水灵材，想与北海交易。北海之主难得上岸。今日可要多喝几杯。又来了。小师妹，我还有一样好东西要给你。啥好东西？北海的海产，今日清晨才让人捞上来的，一出水便用北海寒冰封住，又通过传送阵直接送来，灵气一点都没有散。谢谢西西师姐，这个比啥法器都好。我怎么闻到海鲜味了？那个就是俺懂，这是俺五兄今儿上午刚换的传讯符号。
看在这一袋海鲜的份上，先给呢，不收钱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别的？俺五师兄的发簪已经可多了，暖玉也有很多人送过，林果他不爱吃，不送发簪，不送暖玉，不送林果，他喜欢漂亮衣裳，能下回可以送发衣、围巾、发冠。前几日俺哥送了他一条魔界特产的墨色围巾，他第2天就系上了。魔界墨色围巾，喜欢。还有吗？暂时没了，等俺想起来再告诉俺。慕容师兄，行吧，工具人用完就可以扔了。好在海鲜是真的。三师兄，北海之主到底多大了？怎么了？几千岁肯定有，具体多少没有人知道。北海之主成名时，咱们宗主还是个孩子。后来他不愿参与修仙界纷争，便带着族人隐居北海，专心修炼。活了这么久，都快成精了。那他闺女咋嫩小？老来得女，所以北海之主宠她宠得厉害。否则怎么会因为女儿喜欢武师弟，连养了1800年的地心藕都舍得送？只要女儿高兴，北海之主大概什么都舍得。可他都嫩老也嫩高，还能生孩子，不是说修为越高越难有孩子吗？你出生的时候，你爹也快3000岁了。那不一样，俺爹的脸皮不是谁都能比的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爹若听见，可能会想打你。哼，无所谓，必要时俺娘会出手。自己人，爹，这么热闹，本君可是来晚了。魔君也来了，踏入修仙界不用提前报备吗？万仙盟发的通信文书呢？边境关卡呢？传送门为何能直接开进天剑宗内部？你们看护宗大阵，连拦都没有拦一下。天剑宗护宗大阵，不是号称大成期也无法强闯吗？魔君进来怎么跟逛自己家一样？即便孩子在天京宗，也不能如此随意吧？哼，魔君出入修仙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是完全没有将万仙盟放在眼里。等一下。你们有没有觉得魔君有些眼熟？你这么一说，确实眼熟。像谁？像他儿子？不对，应该是他儿子像他。那双眼睛还有下巴的弧度，和天剑宗2弟子简直一模一样。你们2个是在说废话吗？你没去万仙盟报备，便直接过来了。本君是来给闺女过生辰，又不是来攻打修仙界。怎么，你们修仙界还不许亲爹来看闺女？礼物呢？空手来的？自然，本君亲自到场，便是最大的牌面。本君这张脸，至少值1座城的灵石。老夫回去喝茶，眼不见为净。爹，金丹大圆满！不愧是我扶萧的闺女，比你爹当年还快。爹，爹一家。看见没有？你爹根本不爱你，连扶都没扶一下。你再说一遍。本座的意思是，你爹非常爱你娘，正是因为他爱你娘，才会有你，这是十分合理的因果关系。这还差不多。媳妇儿，
为夫特意给你买的，与你今日的新法衣甚是相配。魔君还挺会，这套动作比修仙界大多数男修利索多了。青梦宗主都没反应过来，簪子已经戴好了。白玉通透，金蕊也是真金灵材，若放在我阁中出售，至少500上品灵石。500上品，你们万宝阁也太黑了！我之前找工匠打造一只，才10几上品。你那只定是边角料雕的，人家魔君给夫人买簪子，能用边角料？魔君久仰，上次2界大战，多亏魔界及时出兵。魔君风怀更胜当年。看他装的那个样子，在幽冥裂缝下面，他可不是这样。他当时蹲在石头上啃干粮，啃完还舔手指，像800年没有吃过饱饭的饿死鬼。他对着镜子练过，练当魔君的表情，先是严肃，然后和蔼，再换威严，最后亲切。有一阵子，他每天都练半个时辰，4种表情来回换10几遍还不满意。他说总觉得缺了点王者之气。他还挺闲，本座被关了5000年，都没他这么闲。但你嘴比他碎。魔君久仰。北海之主久仰，上次大战多谢阁下仗义出手，否则本君那些老对手恐怕还要再蹦跶一段时日。听说魔界近年的矿产生意经营得十分不错，小打小闹罢了。北海海底也有不少矿脉，只是族人长期隐居，并未大规模开采。不知魔君可有兴趣与北海合作开辟一条商路？具体细节你需要问我儿子。魔界矿业归他管。那老夫还听说魔界商贸区实行了一种叫做包邮的制度，老夫一直没有完全弄明白。也问我儿子。魔界政务、商贸、矿业与建设均由他全权负责，本君说了不算。魔君的日子过得倒十分舒坦。那是自然，本君有一个好大儿，任何事情都能办得妥妥当当。魔君确实好本事，青梦当年可是整个修仙界的白月光，不知多少天骄和世家子弟盯着他，结果你一声不响，便将人家小姑娘拐去了魔界。运气，都是运气。上次在幽冥裂缝见到魔君时，本座便觉得有些熟悉。魔君以前是否曾经游历过修仙界？未曾，本君常年镇守魔界，极少外出。我想起来了，100年前修仙界不是出现过一个散修吗？号称3000年来第一俊美男修。当时整个修仙界的女修都被他迷得5迷3道。后来他似乎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，遭人追杀后突然消失。那时候不少年轻女修哭了整整3日。认错人了，本君只是长了一张大众脸。我爹心虚了，那名3000年来第一帅的散修，十有8九就是他。行了，今日是小平儿5岁生辰，不是让你们来查魔君旧账的。老夫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便只说2句。第一，谁敢在今日挑事，老夫亲自将他埋进黄瓜窗下面，当瓜肥。那一片黄瓜最近缺肥。
第二，吃好喝好，开席。走，闺女坐爹旁边。俺还没选好桌呢。不用选，爹娘坐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桌。左边温柔，右边聒噪，俺又成夹心饼干了。不过今天桌上的肉多，夹就夹吧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第一杯，敬今日远道而来的诸位，吃好喝好，不够便继续加。敬畏宗主，敬巧寿星。够了，你太瘦，我已经辟谷。辟谷又不是不能吃。魔君确实疼夫人，自己一口没吃，先给青梦宗主夹了半碗，跟伺候祖宗似的。你看他，青梦宗主往哪看，他便往哪看，更像一只守着骨头的大狗。听说青梦宗主在凡界历练时，魔君天天给他做饭，做的全是糊糊，而且还糊，而且不好吃。青梦宗主竟然吃了好几年，换做旁人，第一顿便跑了。所以感情是真的。长得俊，会疼人，还愿意做饭。虽然饭做的不好吃，会帮你。青梦宗主当年可是修仙界第一天骄，修为、灵石、资源样样不缺，找道侣自然要找最俊的。灵石可以自己赚，资源可以自己找，修为可以自己练，脸不好看却没办法自己变。姬宗主就最喜欢俊美的年轻男秀。听说神女宗挑杂役弟子都得先看脸，相貌不过关，连山门都进不了。照这么说，当年那个消失的3000年第一帅散修，不就坐在那里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卢阁主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酒不错。慢走，路上下一日再聚。阿弥陀佛，诸位一路平安。300张桌子，1800把椅子，少一把，鲁盟主都会记得。碗也别摔，今日已经碎了7个。送你的生辰礼。人殿石狮，还是会自己走的机关石狮。以宫羽阁机关术制成，内部用灵域作为核心，能走能跳，也能自行巡逻。注入灵力之后还可以变大，放在洞府门口可以替你守门，比活的灵兽方便，不需要饲养。这原本不是给俺准备的吧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便是送给你的，愿你顺利结印。谢谢陆阁主，俺一定好好收着，回头给他们起名字，这个叫小鲁，这个叫小程。可以。石狮内部刻有防御阵纹，完全启动后可以抵挡化神修士一击。俺知道了，鲁阁主慢走。鲁阁主，那明天还来量地不？已经量完了，明日便让人正式动工。这人怎么奇奇怪怪？送个礼像送丧一样，送完便走，仿佛多留一刻便会死。爹，怎么？恁运气真好，
那是自然，你爹的运气一向好。俺的礼物呢？礼物？对，差点忘了，闺女过生辰，爹怎么可能没有礼物？全是糖。原本让人收了3000斤，但本君想了想，孩子一次吃太多不好，所以今日只带来100斤，剩下的放在魔宫，下次回去再慢慢吃。吃太多糖对牙齿不好。闺女喜欢吗？喜欢，娘放心，俺会省着吃。每日多少？1天只吃3颗。可以挑最大的3颗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娘，这些都是给俺的。从你出生开始，娘每个月都会给你准备1件，有你小时候能穿的，也有现在能穿的。这几日，娘又让人赶制了几十件，应该够穿一段时间。够了，够穿老久了。平儿，生辰快乐，娘爱你。俺也爱娘。闺女，爹呢？你出生那日，爹抱了你一整晚，眼睛都没合过。俺也爱呢。怎么和对你娘说的一样？你就不能多加一个狠字？爹，俺很爱呢，比天剑宗的红烧肉还爱。真的？真的，能排在红烧肉前面，排在糖葫芦前面，还排在灵果前面。那还差不多。走吧，回食堂继续庆祝。哥，恁咋不问俺爱不爱呢？不问。我知道。儿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问都没问便说知道，万一他不爱你呢？爹，您的修为是不是用智商换的？小师妹，海鲜做好了。哥，快点，北海大螃蟹要凉了。北海万流清心珠单独存放，宫树阁机关石狮1对，化神级防御法器。糖果100斤，暂时交由青梦宗主管理。为何不是交给本君？外面的宴席是招待客人的，这一碗才是专门给你的。每个人过生辰都要吃一碗长寿面，汤是灵鸡骨熬的，蛋是老夫洞府灵鸟今日刚下的。吃完才算真正长了1岁。好喝，四师兄的手艺又进步了。这碗面是宗主做的。宗主，你手艺这么好，你平时不是只会喝茶骂人吗？老夫活了2800年，不只会骂人，还会吃。会吃，自然便会做。那你平时咋不做饭？老夫若将饭也做了，延川做什么？他不做饭，厨艺如何进步？做宗主的要给弟子留一条路，不能将所有路都走完。有道理。来，祝我们天剑宗的小平儿生辰快乐！生辰快乐！谢谢大家捧场。今天开始，我5岁了，不是4岁半了。以后不能再把我当小孩看，我已经是大孩子了。大孩子，那明日加练翻倍。当我没说。自己打的，第一次锻造，做得不好。拿着防身
消灵果也可以。大师兄亲手打的，消灵果肯定可快。刀刃淬过灵泉，普通灵果不会卷刃。淬罗软甲，我用天罗藤蔓编成，里面融入了我的木系灵力，受到钝击时可以缓冲力道。软甲若有破损，也能自行吸收灵气，慢慢再生。滑溜溜的。谢谢三师兄，三师兄是天剑宗最心灵手巧的人。那是自然，你的头发也一直是我扎的，便是大成修士扎辫子的手艺，也未必比得过我。这是我用炼器手法亲手打造的第一个丹炉，虽然不是特别好看，阵纹也是六师兄帮忙刻的，否则会漏火。我在炉中融入了一道火系术法，可以自动稳定火候，炼制普通丹药时能提高成丹率。谢谢四师兄，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但我不嫌弃。若以后炸了，告诉我，我再替你打一个。下一个最好先画图。这对护膝中封存了我的本源土灵气，不论摔倒还是掉进坑里，护膝都会立刻引动地气，在膝盖外凝成岩甲，缓冲力道，能避免擦伤，也能护住仪态。吴师兄，你咋知道我经常摔跤？你跑山时不止摔过一次，每次摔倒我都记下了。谢谢吴师兄。今日礼物暂时登记完毕，这个给你。里面装的啥？一朵云。我用水灵力将云封在荷包里，以后跑山累了，不必躺在地上喘气，可以坐在云上休息。休息够了，收回灵力，它便会重新缩进荷包，比石头软，比草地干净，收纳也方便，不占空间。谢谢六师兄，这个可好玩。本座也要做。会压伞。你们是不是又在里面用了百年修为？我不要！你们好不容易攒的修为，不能随便用掉。收着。元婴雷劫远胜金丹雷劫，你是混沌灵根，雷劫只会更加凶险。多一道护身法器，便能多扛一阵。阿弥陀佛，你若能平安扛过雷劫，我们的修为便没有白费。拿着，这是3位长老的心意，不要推来推去。我会好好修炼，绝对不让你们白费。你不用说话，老子还没开口。感动的话便多给一些抚养费。你怎么知道本君没有好话？你开口也说不出好话。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！一边去！本座盘在这里，又不占地方。一条蛇盘在桌上，看着像一盘菜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菜。老东西！你们2个能不能先让本君说完？你快说！说不出来便别说。都少说一句，这个石堂可是花了2000上品灵石建的，算上后期加固，共2137块。你看，更贵了，不许吵，更不许打。上次你在魔界渡劫时，师兄们都有剑。哥说过，你的剑以后再给，不是因为忘了，是因为当时材料还没有集齐。此剑名为混元剑，除了大师兄的天外云铁剑，其他灵剑大多只能承受一种属性灵力。混元剑不同，水、火、风、雷皆可注入，不同灵力进入剑身后会自行融合，最终化作混沌剑意。剑身主材是混沌开天初期遗留的混沌玄金，
又融入大块天外运铁、幽冥裂缝魔浆，以及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种属性至宝。每一种材料皆是独一份，前后用了近3年，才全部集齐。剑鞘使用的是上古神木，娘出关后亲手交给我的。福燕，爹在剑中融入了一缕护主神元，那道神元足以抵挡大成修士一击。你爹穷归穷，哼，该给闺女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神木剑鞘可温养剑意，也能压制混元剑中过于强烈的力量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暂时不要长时间拔剑。至少100万上品灵石。多少？100万以上。你花这么多钱，就为给我打一把剑？若是感动，以后少卖几次我的传讯符号。那可不中，那是宗门创收。那下次卖贵一些。这还用你说？魔界少主新传讯符号，建议价格上调3成。好了，生辰已经过完，明日继续加炼。宗主，今天可是我生辰，过完了，能不能晚1个时辰？不能，半个时辰一炷香。明日卯时炼剑广场集合，迟到加炼翻倍。5岁的大孩子，一点优待都没有。早点睡吧，明早给你多蒸一个馒头，记得带上，明日跑山用得上。福田5岁生辰圆满结束，次朝照常加炼。你该回去了。本君闺女今日过生辰，这也要赶本君走。天亮之前离开，别让旁人知道魔君在修仙界宗门过夜。本君过一夜怎么了？你倒是睡得安稳。明日一早，万仙盟便会召开会议，讨论魔尊夜宿修仙界宗门是否构成2界安全威胁。届时温志雅、景元、忘机都得被叫去问话。你猜他们会不会骂你？行，天亮前就天亮前。肉麻，哼！你去哪儿？本座一看到你爹娘待在一起便恶心。不晨光洞府里有画本，本座去看画本，不看你们。我忘了告诉他，六师兄洞府里的那些画本全是言情。算了，让他自己发现吧。你爹小时候那可是整个魔宫最受宠的小殿下。老魔君什么都依着我。那些魔族贵族背地里骂本君纨绔，整整骂了几百年。后来本君一拳便能轰塌一座山，整个魔界同辈之中无人敢与本君争锋。故事讲着讲着，就变成了你爹我当年有多风光。爹，怎么？今天他们说的那个3000年第一帅散修，是不是你？爹以前确实伪装成散修去过修仙界。但别乱想，爹当时很规矩，每日只想着追查魔界叛徒，绝对没有对其他女修动过心思。不信你问你娘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媳妇儿，本君说的是真的。本君与你在一起时还是黄花大闺男。闭嘴！闭嘴怎么给闺女讲故事？那便好好讲。好。困了，那爹陪你睡。你去与燕儿睡，她的洞府就在隔壁。可本君想挨着你和闺女，好不容易才团聚一次。床太小，3个人睡会挤。梦梦，要不然
本君与你回青云宗，你那张床大。当着孩子说什么呢？关系都已经公开了，本君去自己夫人家睡觉有什么问题？万仙盟总不至于连夫妻睡觉都要开会讨论吧？孩子还在，他又不懂。爹娘，你们想一起睡就一起睡吧，挤一挤也没事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要插嘴。娘笑啥？没什么，睡吧，出去。行吧，闺女，爹先去隔壁。梦梦，本君走了。快走。其实他不用你小心，天剑宗的人睡着以后都跟死猪一样，打雷都无必醒。娘，爹走了吗？走了。明年生辰得换张大点的床，让爹娘都能躺下。天亮前离开了，走之前又回来看了你一次。我咋没印象？你还没有睡醒。娘，爹一个人在魔界，是不是挺孤单的？天天躺王座上看画本，看完这本看那本，也没人陪他说话。如今魔界仍需要他坐在那个位置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只要他还在那里，便是一种威慑。而你哥哥还需要时间成长。要等哥哥修为够高，真正坐得稳魔君的位置，我爹才能退休。不过想想，他现在除了坐在那个位置上，跟退休也没多少区别。娘先回青云宗处理事务，晚上再来陪你。好。暂停！怎么了？走火入魔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今日食谱我有记录，应该没有相克之物。我感觉需要闭关一下下。金丹正在自行凝聚灵力，元婴契机到了，不能在天宗宗渡。为什么？元婴雷劫至少是金丹雷劫的数倍，若在主峰落下，食堂、广场、洞府都有风险。去万仙盟广场，那里足够宽敞，还有大型结界，而且这里是万仙盟的，我们可以随便用。正是。进去打坐，专心突破，其他事情全部交给我们。不急，先把呼吸稳住，再把灵气顺一遍，打坐，打坐，继续打坐。5岁结婴，消息没传错吧？天剑宗那个混沌灵根啊！第一日，丹田温度持续上升；第二日，灵气吸收速度增加3倍，结界稳定，暂无雷云。娘，不能分心，继续打坐，其他事情等突破后再说。来了，这么快，才打坐3日，习惯变好。他做什么都快。普通修士渡元婴劫，闭关慢者需要3年，
最快的记录也在3个月左右。混沌灵根尚无记载，明年整理宗门大事时补录。与上次相同，至少是普通元婴雷劫的5倍，比我当年渡元婴劫时声势更大。没事的。俺这个元婴劫动静好像是大了一点，不对，是大了老多。方才还晴着呢，这云咋黑成这样？这雨下的有些邪门。这劫云规模确定是元婴劫，老夫怎么看着像合体劫？普通修士渡劫像下一场雨，他渡劫像发洪水。小师妹要渡元婴劫了，这么快？她来青云宗时才金丹后期，从青云宗回去才几日，这便要结婴了。混沌灵根果然强的不讲道理。混沌灵根的元婴劫动静比青梦当年还大。宗主，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再拉拢一下？混沌灵根若成功渡劫，便是5岁的元婴修士，整个修仙界找不出第二个。交好便可，不要整日想着挖天君宗墙角。为前辈极其记仇，你挖他一个弟子，他能记你800年。800年都算短的。去宗库将那颗上古壁垒珠取出来。上古壁垒珠送去万仙盟。混沌灵根若在雷劫中出了意外，对整个修仙界都没有好处。宗主英明，以谁的名义送？万灵宗。是。这小娃娃渡个劫也不让人省心，5岁便将天捅成这样，等长大了还得了？宗主，我们要不要去帮他？万一小师妹扛不住，你的修为比他高多少？已经没他高了。去宗库把本座那柄渡烟伞送过去。混沌灵根的劫雷不是寻常法器能挡的，那柄伞至少能替他多撑片刻。是。宗库3层，左侧架子上。知道了。哼，宗主，雪妹毕竟是宗门天赋最好的孩子，真要放任她一直追着沈清晨跑？她以前如何？起来练功。他长歪了，重新整。以前每日都要老身掀被子才能叫起来修炼，还经常带着师妹们胡闹。前2年还将后山灵果树拔了，说是长歪了要重新种，把司农长老气得一夜多了2条皱纹。现在呢？自从沈清晨说他剑法不行，他每日天不亮便起来练剑，以前偷懒的毛病全改了。宗主的意思是，大道漫长，前面若一直有人跑，他自然也会跟着跑。情爱使人盲目，有时也能让人进步。无论最后成不成，修为提升了便是他自己的。再说他年纪还小，能吃过多少好菜？以后自然会明白，只要自身实力足够强，想要什么样的菜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见过沈清晨这样的，以后便不容易被杂鱼骗走。眼光高了，修为也高了，不亏。
哦，如是我闻。主持，那个混沌灵根的小师妹在万仙盟广场渡劫，阵势特别大，天都黑了。一时佛在舍河中。主持，您不过去看看？过去会被雷劈，留在宗门安全。万一万仙盟被劈坏了呢？损坏之后，走公家修瀚基金。够修吗？万仙盟战争储备金足够重新建3座。主持，你也太会算了。阿弥陀佛。混沌灵根这元婴节比老夫当年渡化神节还大。宗主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先备菜，等他们渡完劫，喊他们来吃饭。渡劫的人容易饿，护法的人也会饿，饿了便要吃饭，不能让其他宗盟将生意抢走。我这就让厨房备红烧肉。今日天气怎么回事？方才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变黑了？这鬼天气，道侣跑了我都懒得追。这不是天气，这是雷劫，元婴雷劫！天宗那个混沌灵根小娃娃要结婴了！什么？你吓到我了！别人5岁还在玩泥巴，他已经开始玩雷了。这便是气运之女与普通人的差距。他到底怎么修炼的？那不是修炼的问题，他天生就是混沌灵根。说到底，还是人家投胎投得好。那我明日去佛神宗拜拜，下辈子也投个好胎。我下辈子不要混沌灵根，给我一个单灵根便够了。得了吧，别为难不了自己，便去为难佛祖。你上次拜了1整年，也没见突破。普通修士想快速翻身，建议侧着睡。为什么？这样做梦快。闺女要结婴了。陛下，您怎么知道？老子是他爹。哼，他放个屁，老子都知道是不是吃多了。幽冥裂缝那边如何？回禀陛下，九幽渊龙被公主收服之后，裂缝再有异动。那些参与叛乱的魔族贵族呢？已经全部废去修为，押入矿区。东南西北4大化神魔将亲自看守，绝不会再出现差池。那便好。老子不在，谁给闺女撑腰？站这么远，雷应该劈不到吧？不一定，这雷看着不像会讲道理。那咱们再推2排瓦。山海陆世仙又换非洲了。上次仙魔大战赚的灵石，看来真不少。诸位道友，来了来了！外出无法赶来的道友，担心遭雷劈不敢亲临现场的道友，都可以进入我的主页，观看实时雷况。高阶留影，画面清晰，不卡顿，不掉线，连混沌灵根有几根眉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老规矩，10块上品灵石解锁观看。上次看他直播仙魔大战，觉得画面清楚，解说也重。轮到我自己被直播，咋就你不得劲儿嘞？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猴，外面的人不光围着看，还得掏钱买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1块出场费都没有。陆氏仙道友，拂晓道友，有何指教？你直播我渡劫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可是主角，按道理出场费得另外算吧。
拂晓道友，万仙盟广场属于公共区域，任何修士都可以在此记录影像。严格来说，我拍摄的是公共场地，并非专门拍摄你。哦，那我让娘和宗主把你赶出去。我娘是5大盟主之一，我宗主也是，2位盟主加起来够不够把你赶走？拂晓道友，我们可以谈谈。收益分我一半。一半？你一个5岁的小娃娃，要那么多零食做什么？买糖。我爹说了，吃糖心情好，心情好了渡劫才顺利。一半实在太多，最多2成、5成、4成。宗主，他说万仙盟广场是公家的，谁都能来，谁都能看。不错，广场确实属于万仙盟。不过老夫可以在广场周围再布一道结界，只有交过入场费的人才能进入。到时你在外面拍，镜头里只能看见一层结界。魏宗主，您这是故意阻碍修仙界消息传播。老夫还没有布，但随时可以布。你想试试？行，5成变5成。老夫从业300年，头一次被一个5岁孩子弹走一半收益。合作愉快。孺子可教，这谈判方式颇有老夫当年的风范。小财迷，这种时候还有心思与人谈分成？5成收益够买不少糖，这雷还没劈，我已经先挣钱了。魏宗主，这是我们宗主让老夫送来的上古壁垒珠，专门给混沌灵根渡劫使用。白静心这次倒是大方，替老夫谢他。一定带到。看什么？老夫这就回宗复命。魏宗主，这是我们宗主的渡厄伞，让晚辈送来给浮师妹渡劫使用。姬烟慈这次倒也舍得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想等浮师妹渡完雷劫再走。站这么近，万一雷劈歪了怎么办？我会躲。你躲得过混沌灵根的元婴雷劫？回去，不要在这里添乱。若真被雷劈死，姬烟离还得派人过来收尸，麻烦。沈师兄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闺女，别怕，爹来了。不愧是本君的闺女，这阵仗比老子当年还大。对，爹和娘都是天才，我是2个天才生的，所以我是天才中的天才，有这个排场很合理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必过于焦急，小平儿上次渡金丹劫，劫云酝酿了2个半时辰才落下第1道雷，这次雷劫规模更大，酝酿时间或许还要翻倍。这么说，本君来早了？很有可能。梦梦，你坐，站久了累。你一条龙懂什么渡劫？被关了5000年，连雷都未必见过。本座见过的雷，比你吃过的盐还多。你一条龙又不吃盐。本座这是比喻。比喻也不准确。还没劈，慢慢等。阿弥陀佛，雷劫也有自己的时辰。这个光线显得脸有些白。魔将捏住他的下巴，女人，你逃不掉。
大家都在等，雷也在等。那我只能先吃点东西，不然饿着渡劫影响发挥。诸位道友，再等等，天劫自有运行规律。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魔迹的雷劫。族小道友，你的元婴雷劫还要酝酿多久？应该还得2个时辰吧。还要2个时辰？你要是着急，可以自己飞上去催催，对着云喊2声，说不准他听见就提前劈了。诸位道友，雷劫不可催促。叠云整整酝酿了4个时辰，比俺上次渡金丹劫还多磨蹭了2个时辰。4个时辰里，俺吃了3串糖葫芦，3颗奶糖，1碟绿豆糕，还喝了半壶灵茶。茶是忘机长老泡的，绿豆糕是4师兄昨晚做的。东西都快吃完了，雷还没劈。诸位道友，他们看起来虽然像在春游，但这里确实是在渡劫。劫运里有真正的天雷，不是幻术，也不是后期加上去的术法特效。我以山海号担保。这劫还没渡，老子的手倒先按酸了。你当初生姘儿都没用这么长时间。谁踩我脚了？我的头发！老夫的黄瓜！熟了。阿弥陀佛，倒也没有浪费。开始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先护住经脉，再碎丹结印。第二刀！给老子碎！修缮基金还有3座大殿的预算。这雷比老子想象中还大，吃撑了吧？早知道别花钱看直播，现场太危险了！我的头发还在冒烟。诸位道友，第2道元婴雷劫，魔君徒手砸天雷，徒手没有剑，没有任何法器，就靠拳头。行。
劲儿越来越大了。还有几道？8道。什么？老子挨了这么久，才挨了10道！魏苍玄，你是他宗主，怎么1道雷都不上？护解法器1件都还没用，老夫上什么？那老子已经扛了这么多道，你倒是用法器啊！你每次冲得那么快，谁来得及用？那你不早说？你没问。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！你闭嘴！老子不闭嘴，你打我噻！行了，都少说一句。小平儿还在碎丹结鹰。哼，行，本君不与畜生计较。那你连畜生都不如，活了3000年，还是个文盲。你再说一遍！你活到狗身上去了。魏苍玄，你管不管？他骂的是你，关老夫什么事？你是宗主，老夫是修仙界宗主，管不了魔界的龙。就是，你管不了本座。你们2个合起伙来气我是不是？老夫没有那个闲工夫。我有。别吵了。这道老夫来。裂了，可惜了。不是你家的东西，你可惜什么？坏在老夫手里，影响名声。小平儿，稳住丹田。招！像有人拿烧红的长针从头顶一直扎到脚底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别管疼，继续压缩灵力，先把元婴凝出来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你的香风雨被转身，消失在人海中，在不甘的寂寞。这就是结营必经的心魔劫。好像也没啥，跟做梦差不多。平儿，稳住心神。知道了，娘。你不用见了。还活着，继续。魏前辈，这一道我来。梦梦，你下来！往旁边引！战争储备厅还有，但他也不能这么花呀！阿萧，梦梦，天雷怎么没把你们2个一起劈死？本座是来看渡劫的，不是来看你们秀恩爱的。要秀回床上秀，别在这里碍本座的眼。好好的渡劫场，活生生被你们弄成风月场！呸！本座糖葫芦都快吐出来了。
首先，我没有招惹任何人，我就是一个做直播的。这刀不能单独接，一起上！出手！啊！还有一刀，这次是元婴节，效果肯定更好。那老夫这眉毛还能长回来？看起来确实跟上次一样，可是好像又有哪里不对。不对，散开！天界的走狗，敢动本君的闺女！谁在寻找？上面的人，俺技术努了。平儿，有没有伤到？哪里疼？神魂有没有不适？没事，顺利结盟了，一切都好，零件齐全，一个都没少。娘抱得可紧，俺都快喘不上气了。但这回还是让他多抱一会儿吧。天界那群狗东西，连下界修士渡劫都敢插手，也不怕哪日天雷先将他们劈死。那群狗东西以前便想弄死本座，如今换了目标，开始欺负小的了。娘，俺真没事。这个已经废了，还留着做什么？做纪念，以后每回看到它就能记得今天的事，将来算账的时候也更有底气。应该留，证据不能丢。替身人偶残片，天界袭击物证之一。诸位道友，本次元婴雷劫已经结束，刚才遭遇意外雷滴，直播画面暂时中断，稍后修复法器，重新恢复。我先替直播间里的诸位道友问一句，龙爷，您刚才所说的那群狗东西，指的是谁？你们不知道天界的狗？天界，那不是修士飞收之后才能抵达的地方吗？天界的人还能将力量伸到下界？这些事情不适合在此处问。回宗以后，询问你们宗门的老祖和长老，知道的太多未必是好事。有些消息知道以后，晚上容易睡不着。通知各宗，召开万仙盟会议。在哪里召开？去天剑宗。我宗大殿虽然小些，
但能做人，而且不漏雨。好，万仙盟的修缮预算又要重新申报了。北海之主也通知到，你也来听。本君开会？开什么玩笑！本君最讨厌开会。事关混沌灵脉。什么时候？明日一早。那本君今晚可以留宿。什么时候？明日一早。那本君今晚可以留宿天剑宗？不行。行吧。他用了替身。渡劫成了。连个小娃娃都搞不定。他身边护着他的人太多，魏苍玄始终守在旁边，他的爹娘、哥哥、师兄和长老全部都在，甚至连那条九幽渊龙也在保护他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那根针。想它做什么？想知道它从哪儿来的。天界。那群老东西平日管不了下界，上下两界之间有天地规则和结界挡着，他们的本体下不来。那根针是咋下来的？渡劫的时候，天雷会暂时劈开天地之间的缝隙，那是下界结界最薄弱的时候，他们便能借着劫雷将一些东西丢下来。平时不中？平时不行，平时他们伸手，天地规则便会将手剁了。那他们下回还会来不？会，你活着一天，他们便会盯着你一天。因为俺是混沌灵根。对，混沌灵根是天地间最特殊的存在之一，没人知道你继续成长下去会变成什么，更没人知道你会不会碰到那群狗东西的利益。那他们就来呗。小黑，干什么？恁以前想过飞升不？飞过。能飞过？上面是啥样的？不知道。恁不是飞过吗？本座是飞过，但没飞上去。本座飞升那日，他们早已在通道里设下埋伏。本座刚进入通道，便被他们围攻。若是正面对战，那些废物加起来都不够本座塞牙缝。若不是他们先偷袭，本座怎么可能落进幽冥裂缝？那以后，咱俩一起飞上去。咱为啥不进去站着？习惯了，我觉得这不是习惯，这是穷病。以前没椅子蹲惯了，现在有钱了，一时半会儿也站不起来。会议不知道要开多久，先垫垫肚子。昨日的直播，诸位都看了吧？
混沌灵根现世，本应是修仙界最有希望飞升之人，也是最有可能重新打开飞升通道之人。但昨日看来，有人不想让他活到飞升那一天。老夫隔着直播法镜观察过，那道黑线明显是外力介入。正常天雷即便凶险，也只带毁灭与天地法则之力，绝不会携带那种腐朽气息。那股腐烂般的味道，隔着一面法镜，老夫都能感受到。混沌灵根飞升，对天界而言，难道不该是一件好事？恐怕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混沌灵根，他们大概谁也不想放上去，否则飞升通道也不会整整堵了5000年。阿弥陀佛，老和尚，把你知道的说清楚，别念经，说人话。诸位，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继续隐瞒。万仙盟暗中调查飞升断绝的真相已有5000年。老衲继承了历代主持留下的记录，整理30年，今日便将此事全部挑明。各宗古籍皆有记载，万年前的修仙界与今日完全不同，灵气充沛，天才地宝遍布天下。大成修士寿元可逾万年，飞升虽然困难，却并非绝路。每隔数百年，便有人成功飞升。后来天地开始发生变化，灵气逐年稀疏，灵脉不断萎缩。如今各宗洞天福地的灵气浓度不足万年前的30%。自天剑宗祖师飞升之后，整整5000年，再无一人成功飞升。所有尝试渡劫的大成修士全部灰飞烟灭，没有留下哪怕一丝残魂。与此同时，大成修士的寿元也从万年以上骤降至5、6千年，合体、炼虚等境界同样折损严重。混沌灵根现世，本是修仙界数千年来最大的转机。混沌灵根天生亲近天地本源，修炼速度、灵力承载与法则感悟都远超普通修士。若让他顺利成长，他最有可能重新打开飞升通道。但昨日的世仙真证明，飞升断绝并不只是天地自然衰败。所以硫磺之域那批邪修才想炼化仙魔2界，用2界所有生机与气运强行撑开飞升通道。哼，连通道上方有什么都不知道，便敢往上飞。若上面真有人守着，即便撑开通道，他们飞上去也是送死。大限将至，留下是死，飞升至少还有1线生机。不错，要么等死，要么赌一把。魏宗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场凡是修为超过炼虚期的，早便察觉雷劫有问题了吧？确实，本座晋升炼虚时，最后一道天雷便与此前不同，虽没有平儿昨日那般凶险，像有人躲在高处盯着我，甚至令道心出现短暂动摇。本座当年度炼虚雷劫时也是如此，那道雷明明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可雷落下前，心中突然发毛，如同被什么东西锁定。若当时没有提前准备护心丹，本座现在大概已经是一堆灰。本座也一样。自那之后，本座便一直压着修为，不再继续向上冲劲。反正冲上去也是死，不如多活几年。老夫亦是如此。大成之后，始终不敢引动飞升劫，只能强行压制修为。
已经压了1000年，继续压下去，恐怕也压不了多久。包括老夫，老夫卡在合体期800年，不是不能突破，是不敢突破。可不飞升，便能永远苟活吗？以前那群东西只针对修为高深者，如今连一个渡元英杰的孩子都不肯放过。我们可以不飞升，后人呢？弟子呢？气运会越来越少，灵气会越来越稀薄，修士的寿元也会越来越短。再过1万年，修仙界会彻底变成凡界，魔仙界之后轮到谁还是凡界？到时候大家一起当凡人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魏前辈的意思是，小强儿将来引动飞升劫时，老夫会同时突破，与他一起扛。至于你们，老夫不强求。你们如今还有几千年寿命，愿意继续苟着便苟着，老夫不拦。但若觉得天道不公，不想继续苟活，那就在未来300年内，全部给老夫练到大成！能练多高便练多高，能练多快便练多快。300年后，一起渡劫，一起飞升。一起？对，一起。别想着让一个孩子替整个修仙界开路，他可以是打开飞升通道的钥匙，却不能成为孤零零撞门的人。那么多炼虚、合体、大成，总不能躲在一个5岁孩子身后。人多到这种程度，老夫不信撞不开一条路。回去慢慢考虑。散会。不必考虑，青云宗与混沌灵脉共进退。一个人打不开门，那便一群人一起踹。总要有人上去看看，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也为了后人和弟子。小娃娃渡飞升劫那日，记得叫本座。老夫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拼一次。不就是天界，有本君在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不过是一群躲在云层后面不敢露面的狗东西。好，那便如此定下。从今日起，该修炼的修炼，该闭关的闭关，谁也不许偷懒。老夫会派人查岗。宗主，查岗之事，老夫可以负责。你先把自己的黄瓜种好。小平儿，在。从今日起，你跟着老夫。好。跟着你一个合体期能护得住本君的闺女？打不过不要紧，跑得快便行。宗主确实跑得快，黑龙都追不上。本座也护着。谁再敢从上面伸爪子，本座便喷他。昨日那根针，本座没来得及拦，下一次本座让他连手都缩不回去。善哉，龙爷愿意出手，此事便又多了一分把握。别叫本座龙爷，那该如何称呼？叫黑爷。黑爷。小娃娃，好好活着，别死了。本座还等着和你一起飞升呢。中，能也好好练。知道了，乖，好好修炼。好。
哈。阿弥，老和尚，别堵门！就是，等你一句佛号念完，天都黑了，老夫还得回宗做饭。佛，这和尚确实有始有终。娘要先回青云宗，处理完宗门事务后，会闭关一段时间，争取300年内突破合体期。可是娘，你的伤什么伤？没什么，已经感觉要出事了。阿萧，你伤了本源，渡劫是伤的，你知不知道本源受损有多麻烦？这比裤衩破了还麻烦。养一养便好，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。本源若那么容易养，天下便不会有那么多修为倒退的修士。你跟本君回魔界，去忘川泉眼。泉眼里蕴含轮回本源，专门修复渡劫造成的神魂和本源损伤。旺财和来福每月都去泡，你看，现在活蹦乱跳。青云宗事务尚未处理，而且我作为修仙界一宗之主，跑到魔界泡泉眼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有什么不好听？这是正经疗伤。去，不去，去！宗务没有处理完，交给长老。长老也要修炼。等我把宗门事务安排妥当。多久？半个月。行，半个月后，本君亲自去接你。泡泉可以，但别泡着泡着泡出人命，忘了修炼，那才真的成笑话了。关你屁事！确实不关本座的事，但本座想看热闹。那你看热闹就好好看，少嘴碎。本座只是看得通透，你俩往泉眼里一站，水一泡，气氛一到，就该忘事儿了。你活这么久，看得倒挺明白，怎么还是条单身龙？是不是因为嘴太碎，没母龙药？你再说一遍！你没母龙药！你再说一遍！行了，吵赢了有0-10分，打坏老夫的屋子，谁赔？就是，败家仔的事不能干。老夫都1000多岁了，好不容易混成了长老，怎么又跌回基层了？早知今日，当年就该找个山洞躺着养老。老夫也1000多岁了，如今还要被宗主盯着扎马步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年纪大了，更该慢慢锻炼。你们看老衲，吃得多，站得稳。你光头不怕出汗？扎马步与光头有何关联？光头散热快，自己悟。有道理。小平儿，笑什么？腰挺直。哦，现在天剑宗有个新规矩，干活归干活，干完就得修炼，谁也别想闲着。星辰，老夫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继续保持。老夫若多几个你这样的嫡子，便不用操这么多心。府爷，手抬高，还有，晚上少批一些公文，再不好好练，你连你妹妹都打不过了。已经不一定打得过啦。苏宁，你到底是在练剑，还是在甩头发？头发已经够顺了，不用再展示。
言川，你拿的是重剑，不是锅铲。用大刀就得有用大刀的气势。这还像个人？哼！慕容卓，腰挺直，灵气不要乱散。你是在练剑，不是撒花。天女散花那是神女宗的招式，真想练便去神女宗，别在天剑宗丢人。今日基础剑行第3遍，手腕偏低半寸。顾之光，你一个用寒霜剑的人，整日躲在后面记账，像话吗？剑是拿来砍人的，不是给你当笔用的。小平儿，嘴里是什么？嘴里是什么？啊，没啥了。你刚刚结婴，根基尚未完全稳固，巩固期不要整日想着吃，乱吃东西，灵力冲突会出问题。知道了，那练完再吃。快，都给老夫跑！真正打起来，跑慢了，被人追上便是死。老夫不要求你们人人都能打赢，只要求你们人人都能跑。打不过便跑，跑不过便绕，绕不过便躲，命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看什么？宗主说的对，人被打一下以后，确实能跑得快很多。言川，你回去。不跑了？回食堂做饭。是。我突然也想学做饭。少说话。俺感觉腿不是俺的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按照今日消耗，别算，省点力气走路。剑意首先在心，心不定，剑便不稳。例如苏宁，坏了。你的剑路还是太浮，言川的剑太重，收势不够。慕容卓剑意太散，光想着好看。顾荣光心不定，打坐还惦记账本。总而言之，你们是老夫带过最差的一届。您就带过这一届。弟子突然有所感悟，先打坐了。不光俺们天剑宗开始加练，魏苍玄那场会开完之后，整个修仙界都像突然被人踹了一脚，全动起来了。从今日开始，青云宗全员进入战时修炼状态。不愿修炼者，现在便可收拾东西离宗。散会。1刻钟都没到。宗主这会儿开的比魏宗主还快。火候、灵力、心法3样一体练。小师妹，青云宗这几日的灵米消耗已经翻了3倍。哪门那能吃？所有人都在加练，不多吃根本撑不住。丹药库存也少了20%，以前放在库房里没人要的基础丹药，现在几乎被领空了。司徒师兄以前不是看都不看回气丹吗？以前不用，现在不够用。卷起来了。再跑一圈，跑完这球给你吃。起来！左边那个是弟子还是狼？别分了，都废了。从今日开始，花会暂停，诗会暂停，茶会也暂停。上午练剑，下午打坐，晚上切磋。
都后半夜了，让他练，也不知道他是在练剑还是在想人。能练就行。今日早课结束后，多加一炷香打坐时间。今天是不是久了一点？半个时辰，1个时辰了。心无杂念。主持，弟子知错。下次入定以前，先把火灭了。是。很好，做饭不能耽误修炼，修炼也不能耽误赚钱。是。听说吃完修炼效率能提高，提高多少因人而异。价格怎么是以前的2倍？效果翻倍，价格自然也要翻倍。先吃，吃完再骂。好。是在下见识浅薄，承认食神宗补补之道确有独到之处，本人单方面宣布和解。果然，人心中的成见就是一顿大餐。吃服了！建议所有宗门矛盾都让食神宗解决。库存100年的丹药全发下去！从今日开始，灵气最浓的区域全部开放。老夫已经退休了。宗主说返聘，加灵石吗？加。那老夫还能再教300年。整个修仙界嗡嗡嗡的，比蜜蜂窝还忙。混沌灵根那边什么情况？魏苍玄现在日日将他带在身边，几乎寸步不离。那条九幽渊龙也一样。另外，各宗宗主近来都开始紧急修炼，他们准备在300年后共同飞升。一起飞升？多少人？各宗宗主，炼虚以上的强者大约10人左右，北海之主也在其中。若算上其他宗门长老，大概10几人。至于魔界，人数暂时不清楚。10几个人一起闯飞升通道，上万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做。他们已经察觉真相，魏苍玄把5000年来飞升断绝的事情全部摊开了，现在各宗高层都知道，是上面的人在拦。那又如何？知道真相与能够改变真相是2回事。既然能拦他们5000年，便不会让他们轻易上来。而且，多人同时飞升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雷劫会成倍增加，飞升通道也会更加不稳定。只要其中1人撑不住，便可能拖着整排人一起死。修士闭关，动辄100年、1000年，300年能练到什么程度？能突破一个大境界便已经不错。想从合体直入大成，做梦！如果真的让他们练成了呢？那便让他们飞。飞升通道只有1条，10几个人同时往里面挤，到时不用我们出手，他们自己便会乱。那万一他们真的全部飞上去了？那便一网打尽，省得一个一个处理。那不是黑线，是天界暗器。你确定是暗器？我怎么看着像根针？针也是暗器的一种。别争了，反正不是好东西，明显冲那小娃娃去的。他不是渡劫成功了吗？没死，有件东西替他挡了。谁？替身人偶，一个老头给的。你为何不哭？
不闹，也不求我等放你离开。哭悠悠吗？木板要宽点。小公主想要什么发饰？不就是输了，哭什么？疗伤丹，天哪，这不是没死吗？暖暖嘞，一点都不烫。要是每天换一个爷爷帮俺烘。不误手镯，比储物袋方便。谢谢叶爷爷。我家后山那条灵脉，以前灵气浓的能凝出水珠，现在连一层雾都凝不出来。我也有感觉，以前练功1个时辰能恢复的灵气，现在得2个时辰。我还以为是我年纪大了，原来是灵气少了。不是少了，是被吸走了。被谁吸走？没人回答，可大家心里好像都知道答案了。小黑，干什么？那说300年修炼够不够？够不够得看人。有些废物练上1000年也练不出什么名堂，有些人300年便足够了。那，能以前练了多久才能厉害？本座不练。不练？本座天生便这样。唉，嫩真的可不会聊天。本座说的是实话。就是因为能老说实话，才没人愿意跟恁聊。这地方俺熟，忘川支流和主流的水都能腐蚀神魂，唯独这里不一样。俺小时候，爹还把俺扔进来学过游泳。俺沉了！再扑腾2下就会了。听说凡人喝一口能多活10年，俺现在才活5年，没法验证。至于能不能补神魂，俺也不知道。反正俺爹从小泡到大，也没见他长出多少脑子。东西都带齐了，本君陪你一起进去。不用，我要闭关疗伤，你守在外面。本君也可以在里面守。你在里面会打扰我。本君保证不说话。默默，感觉如何？默默，你还在吗？不会泡晕了吧？你吱一声。在，没晕，别吵。哦。泡个泉怎么比生孩子还久？哥，别累死了。恁要是真累死了，魔界就彻底没人管了。到时候爹回来又得从头哭起。知道了。魔界的事情可多。多，矿场、商贸区、军队、贵族，现在又多了全魔界加连。那人啥时候睡？批完这些便睡。怎么不回去？陪恁。你明早还要练剑。哥不睡，俺也不睡。哥睡了，俺就睡。行，剩下的明日再批。很好，确实准备睡了。影期，参见公主殿下。明日让东南西北4大魔将把魔界所有要批的文件全部送到忘川支流泉眼，送给俺爹。
魔君陛下。哼，是。你们来干什么？陛下，魔界任务，请您批阅。谁让你们送来的？公主殿下。谢谢哥。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便再来一次。疼。疼不疼？疼便对了，疼才长记性。横竖都是宗主赢。魏前辈来了，快跑！别装死！宗主说被查到偷懒要扣养颜丹，谁看见宗主那道剑光，腰板都能瞬间直3寸，整个修仙界的修炼气氛比万宗大比之前还吓人。2年里，天剑宗用丹药、灵石和各种资源应对，全宗修为蹭蹭往上涨，文之崖、景元、忘机全部化神大圆满，离炼虚只差1层窗户纸。馒头没人吃，哎，懒得抢，可以平均分配。大家最明显的进步不是修为，是吃饭的时候，终于没人抢馒头了。30年一次的万仙临凡大典又开始了。中高阶妖兽一般不会往凡界钻，因为有脑子，凡界既没灵气也没魔气，跑过去喝西北风。低阶妖兽就不一样，他们又蠢又莽，闻到人味就往外钻，钻过去发现回不来了，只能开始祸害人。各宗派遣炼气筑基弟子进入凡界，清剿或捕捉低阶妖兽，保护凡人，积累功德。同时也是一次历练，金丹以上弟子原则上不参与。六师兄，恁想去就去呗。去哪儿？凡界，回大燕看看，那本来就是恁的家。能有90多年没回去了吧？可万仙盟规定，这次临凡任务只安排炼气与筑基弟子。我已经金丹后期，不符合条件。恁是天剑宗的人，还是从凡界来的？回家看看咋啦？又不是偷渡，恁一个金丹回去，万仙盟高兴还来不及，这叫免费护卫。可啥事？恁回去以后，顺便给俺带点凡界零嘴，还有那个晨光破酥包。上次光听顾芷宁说了，俺都忘了买。你连包子都已经想好了？顺便嘛，恁总不能空着手回来。还有，恁可以带点修仙界低阶丹药给凡界的人，别带贵的，也别带高阶的，他们吃不了，吃多了容易爆。宗主，弟子想参加这次临凡任务，想回去看看。90年了。行，去吧。老夫与万仙盟说一声，有一个金丹后期弟子带队，他们求之不得。谢宗主。等等啊！回凡界以后，多带些画本回来。小平儿上回从凡界带回的那些，老夫差不多已经翻完。凡界那些写画本的人，确实比修仙界写的意思。弟子记下了。凡界果树种子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凡界这几种草药能中和丹房炉火燥气。凡界僧袍再带2个蒲团，老衲研究一下质量区别。头绳发油梳子，最近加练，头发都分叉了。路上吃，外面买的不卫生，吃坏肚子耽误任务。帮我记录凡界最新衣服款式。说是研究潮流，其实就是又想给自己做新衣裳。凡界城市商业结构、商品定价、运输方式、店铺运营、实地调查，填满以后带回来。
哥就是想看看有啥能超到魔界。大师兄说要啦？没说，不给他带。下次他监督加练，可能让我多挥10000次剑。有道理。糖葫芦、凤梨酥、叉酥、葱油酥、猪油酥、花生酥、破包、手酥包、手撕老面包、大列巴、坚果奶酪包、石药酸面包。还有多少？后面还有一点。六师兄，这是您第一次回凡界？刚进入修仙界时，要努力修炼。后来，宗门又太穷，一直没敢回去。走了很远很远的人，终于要回一次家了。六师兄，记得破祖吧！本次临凡30人，炼气17，筑基12，金丹1人。顾晨光修为最高，本次临凡队伍由你领队。是。有金丹师兄带队，这趟稳了。1号、2号。怎么回事？开启阵门！顾师兄，发不出去。凡界信号也断了，天阙关打不开，从其他秘境裂缝进入凡界。西南裂缝关闭，北境入口无响应，东海密通已经通道消失，速降标、空降标全部失效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该出意外了。